全民穿越游戏世界，我开局就获得唯一隐藏天赋永恒之力，能使领地内所有友方单位在获得短暂增幅状态时变为永久获得增幅状态。我一愣，然后瞬间惊呼：只要是加一次辅助技能，就能永久增益，简直堪比外挂。不过更让我兴奋的是，穿越的这个寒冰求生世界，正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世界。有着游戏经验的我，在这新时代绝对能领先他人的一飞冲天、逆天改命。不过下一秒，我身边又突然出现一个女人，竟是我死去的老板还未过门的大嫂柳木雪。同时系统提示，游戏将开启家庭生存模式，新版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4人一组，若没有亲属的，将随机与身边的人分组。我立即明白，我前世正准备开车去接大嫂参加老板的葬礼，正巧游戏入侵现实，我2人正好组队了。但很快我又被眼前的职业选择面板吸引。当前玩家可以选择5种职业，分别是寒铁机械师、极地战士、寒霜法师、极光骑士以及雪地猎人。拥有游戏经验的我知道，这里面最强的是寒铁机械师。不过寒铁机械师是后期职业，前期战力相当疲软，而极地战士与雪地猎人虽然前期战力不错，但后期却又乏力。剩下的寒霜法师与极光骑士中，极光骑士是辅助，一般是配合队友，而寒霜法师则前后期表现都不错，因此我直接选择寒霜法师职业。恭喜你已成功选择职业寒霜法师，元素亲和度已解锁，寒冷抗性略微提升，初始装备已放入储物箱中。同时系统提示，距离黑夜降临还剩4小时32分。此外，新手保护期间不会出现怪物袭击营地的情况。新手保护期剩余5天17时。见此我眉头一紧，当前的温度已经是零下32度，到了夜晚还会下降20度。而抵抗严寒主要仰仗篝火以及灵珠小屋。篝火如今1级，可以让10米范围内温度提高5到20度，还算够用。破损的灵珠小屋则还需要10块与木材修复才行。正好营地篝火附近有着一堆白色的石头和切好的木材，我刚打算收集。此时一旁的柳木雪也终于消化完系统消息，然后出声：阿星，那个提示音让我选择职业，我应该选择什么好？大嫂，你选择极光骑士吧。给出这个建议，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极光骑士到后期会有很多强大的增幅技能，但是效果都很短暂。但有了我的永恒之力天赋，就能把这些增幅效果变为永久状态。可以想象一群叠了永久 buff 的兵种，战斗力该有多么恐怖。柳木雪没有怀疑我的决定，在这个陌生的世界，她也只有我一个认识的人。然后我打开初始物资箱，获得面包、石斧、石锤等等初始物资后，立即收集物资，开始修复破损的灵珠小屋。这期间柳木雪也要帮忙，我便让她收集物资去升级篝火。很快，营地篝火升至2级，温度提升范围升至方圆20米。同时，灵珠小屋修建成功。系统提示：领地界面已解锁，恭喜你，现在可以打造更多的基础设施了。系统提示：因你是全服第一个修建灵珠小屋的幸存者，获得奖励技能书冰疗术。冰疗术消耗一定精神力，让目标每秒回复精神值乘 0.8 的生命值，效果持续3秒。我已经技能书可不常见，这算是意外之喜了。然后我又打开个人面板。在建筑界面选择了建造极地人小屋。极地人小屋可通过消耗食物召唤出极地人为你工作，可容纳人口4人，修复时间45分钟，可增加人口参与修复，加速修复时间。按照游戏经验，第一个建筑的最优解是先将极地人小屋建造出来。于是我干脆喊了柳木雪一起。很快极地人小屋修复完成。同时系统提示：你是全服首个修建极地人小屋的幸存者，获得奖励面包50个。我大喜，招募一个极地人需要5个食物。有了这个奖励，我直接招满4个极地人，也没有压力了。此外，极地人虽然有自己的名字，不过为了好记，我重新给他们取名为大壮、2壮、3壮，还有4壮。我又查看建筑面板，此时还能建造包含室内火炉、灶台、伐木场以及缝纫铺等等建筑。不过这些都需要大量资源，因此我直接让大壮、2壮去砍树获取木材，3壮、4壮去采石获取石块。至于我和柳木雪，则用现有的材料将篝火升级到3级后，又来到室内建造了火炉以及简单的家具。做完这一切，我才松了口气，查看起聊天面板，点开世界频道，就见到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对新世界的迷茫。我则是想到，看来除了我之外，是没有人玩过这款游戏了。而这时营地外突然传来2壮的声音，见到我2壮连忙说道：领主大人，营地外的林区中有一条大蛇，大壮被咬了，快不行了。我连忙点开大壮的面板，就见得其生命值减半，还多了个中毒的状态。不过我松了口气，1级的中毒只要让柳木雪放个净化术即可。然后柳木雪低语一句神圣极光赐福于你，瞬间就给大壮解了毒。我则是同时施展冰疗术，就见得大壮头上不断飘起+2的绿色数字。同时系统提示施展冰疗术成功，天赋永恒之力已生效，该技能已变为永久状态。我瞬间惊了，没想到治疗术也能变成永久增幅。不过我又立即兴奋起来，这说明大壮现在已经是个无限回血的前排了，简直无敌。而大壮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力量，立即恭敬地说道：感谢领主大人，您的力量是如此伟大浩瀚，
然后系统提示大壮的忠诚度从70变成了80，我则是想到治疗术能不能同样作用在我和柳木雪身上，然后我给柳木雪丢了个治疗术，果然系统再次提示冰疗术已变成永久状态。我与柳木雪都惊了，这能力太逆天了。然后我又打算给自己也来一个，但是大脑瞬间一阵眩晕，我明白这是我精神力到极限了。不过无所谓，我干脆领着无限回血的大壮几人先去解决那条大蛇算了。来到地点，我眼前也出现了那毒蛇的信息，是只2级怪物，难怪之前大壮他们打不过。不过现在有了无限回血的大壮在前面顶着后，我几人没一会儿就将其斩杀，成功击杀雪地毒蛇。你获得了30点经验值，恭喜，你是本区域第一个击杀野怪的生物。获得首杀奖励，蛇人族祭司招募卷轴，可召唤出一只5级的蛇人族祭司协助战斗。见此我一喜，立即选择使用，然后就见得一只美女蛇瞬间出现在面前。尊敬的领主大人，蛇人族祭司伊勒娜为您效劳。我查看伊勒娜的面板，神色又一动。伊勒娜居然还拥有2个 buff 增益技能，鳞片护甲可短暂为自己或友方额外提供10点护甲，蛇人族狂化为自己或友方单位赋予狂化效果，60秒内增加移动速度、攻击速度各 20%， 而只要是 buff 类增益，配合我的永恒之力就能永久存在。我立即让伊勒娜对我几人使用这2个技能，瞬间包含我在内的所有人全都享受到了这2个技能的永久叠加状态。我同时也对伊勒娜附加了永久的冰疗术，感受着力量，伊勒娜同样技能不禁惊叹。领主大人，您的力量真是浩瀚莫测。我满意点头，又分解了雪地毒蛇的尸体，获得了一个可以为武器附加毒素攻击的毒脑，以及17块蛇肉。见到蛇肉，大壮、二壮瞬间眼都直了。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肉了，谁要能让我吃上1块肉，我愿意为他献出生命。我一笑说道：“几人只要努力干活，今晚大家就能一起喝上蛇汤了。”随后回到营地，三壮则向我报告：“领主大人，我们在采石地方的不远处发现了一座小型煤矿。不过那里有2只雪狼守卫，我没敢靠近仔细观察。”听到煤矿，我眼中瞬间一亮。煤矿是比木材更高级的燃料，有了煤炭发热，就能剩下木材建造其他设施了。随后我询问那雪狼什么实力，三壮表示大概比雪地毒蛇强一点。我点头，那差不多就是3、4级的怪物。如今我有了5级的伊勒娜，可以说正好有实力讨伐。我表示三壮、4壮做得好，我晚上会给2人加肉，然后立即带着其他人向着矿洞前进。来到矿洞附近，我眼前已经出现了矿洞的信息，同时我也见到了那2只雪狼，面板提示对方正是3级野怪。不过我这边全体无限回血，防御惊人，再加上伊勒娜，战斗刚开始没一会儿，就在你的领地成员伊勒娜击杀了雪狼，获得经验值40点。你获得经验值20点的系统提示中结束了。我再次分解2只雪狼的尸体，没想到这次再次大爆，不仅有2张绿色的狼皮，还产出了134份狼肉以及狼骨、狼牙等材料。最重要的是，又爆出了1张蓝色的名为双狼骑士的召唤卷。双狼骑士招募卷轴可以立即召唤1只10级的强大双狼骑士。不过在此之前，请确保自己的食物充足。刚召唤了5级的伊勒娜，现在又来10级的双狼骑士，我只能说起飞。而且狼皮正是用来制作抗寒衣物的原材料，正好解决了我与柳木雪的燃眉之急。随即我将1张狼皮披在一旁冻得瑟瑟发抖的柳木雪身上，柳木雪瞬间对我目露感激。我一笑，则是开始占领面前的矿洞。占领成功的瞬间，系统提醒我还获得了一个青铜宝箱。同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因你是全服第1个占领资源点的幸存者，获得奖励紫色装备古代兵器巴雷特成衣以及12.7毫米弹药10枚。我瞬间傻眼了，竟然是巴雷特，我没听错吧？古代兵器巴雷特攻击力967至993，攻击间隔2秒一次，附带特效1穿甲，攻击时有 50% 概率无视敌人100点护甲，附带特效2爆头，攻击头部时额外造成 50% 的伤害。我惊了，900多的攻击力在游戏前期几乎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虽然只有10发子弹，但领地升到4级后就能解锁子弹加工厂，子弹就不用发愁。收起巴雷特，我又走进矿洞。占领矿洞后，系统提醒我里面还有个青铜宝箱。打开宝箱，瞬间获得一堆物资，还有1张市场图纸。建造后可与其他幸存者进行资源交易。然后我又查看剩下的东西，其中法杖我可以用，雪地靴是防寒装备，好处不用说，还有一个可以治疗伤寒感冒的医疗包也是好东西。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东西后，我又将青铜宝箱分解，获得了5个铜。然后来到矿洞外，柳木雪则是告诉我他们在周围收集了112块煤，够用好久了。我一笑，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柳木雪，则是将雪地靴递了过去。柳木雪目露感激，不过她双腿都冻僵了，换鞋子都艰难，我干脆替她换上，然后又公主抱的将其带回领地。柳木雪全程脸红，但也没说什么。回到领地，我先是看了眼领地资源，然后吩咐大壮、2壮去修建伐木场，3壮去建造市场，4壮则修建小型庇护所给伊勒娜居住用。做完这一切后，几人就可以休息吃饭了。然后我与柳木雪来到领主小屋，我先让柳木雪休息一会儿，自己则是建造了一个简易灶台，
然后开始烹饪白天获得的蛇肉。而此时，外面天色渐晚，气温也开始急剧降低，室外气温来到惊人的-50摄氏度。就连室内点燃火炉后，也只有-16摄氏度。不过好在大壮他们及时把建筑工作完成，然后回到领主小屋之内。我告诉大壮他们，今天的表现我很满意。作为嘉奖，这锅蛇汤几人可以尽情享用。见到居然是肉，大壮几人激动不已，边吃边发誓自己一定要努力劳作，回馈领主大人。同时几人好感度飙升，全都来到80以上。我又看向饥饿度50的伊勒娜，询问他是吃生肉还是熟肉。吃生肉，尊敬的领主大人。我点头，拿出2块蛇肉，准备递给伊勒娜，但想了想，我又放了回去，换成了2块狼肉递了过去。伊勒娜瞬间好感提升，不过她的饥饿度只提升了10点，还到60。我眉头一皱，长时间没有达到饱腹状态，可是会降中程度的。而且伊勒娜作为我的主要战力用处还很大，因此我干脆又拿出4块，将其饥饿度提升到了80。不过伊勒娜的大饭量也让我叹了口气，而且我手里还有一张更加强大的招募卷轴双狼骑士。我不禁想到，看来明天开始也要想办法收集更多的食物过来了。由于是夜晚，没办法工作与外出探索，我干脆打开世界聊天界面，看看其他幸存者发展的怎么样了。不过情况不太好，上面有不少求生者的死讯与背报，不过也有一些玩家给出了自己的心得，比如优先建造领主小屋以及升级篝火，再有就是领地内无敌，可以躲避怪物攻击等。想了想，我同样写下夜晚最低气温会来到-60摄氏度。如果来不及搭建领主小屋，可以先用木板和石块搭建简易庇护所，可以勉强抗住第一晚的低温。然后我来到区域频道，据系统描述，这是一块长宽各500公里的方形区域。此外，还能看到当前区域的名字为174区域，以及在线人数为40173分之38224。至于信息内容，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原先世界附近城市的，看来穿越是把相邻几个市的人进行随机分配在一起，然后就是各种求助分享，还有交易信息。我来到市场也打算换些物资，其中一个售卖法师技能书冰甲术的信息瞬间吸引了我。冰甲术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提升友方护甲值，虽然精神力基础消耗比较大，是个鸡肋技能，但对于我来说，只要配合永恒之力，就能让护盾永久存在，简直是神技。就是这要价50个食物太高，不过对方表明可以砍价，我决定私聊询问一下。朋友，10个食物换冰甲术技能书换不换？让你砍价不是让你砍人，10个食物就想换技能书，你怎么不去抢？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如果我说我这不是普通的食物，而是肉呢？什么？你这么快就弄到肉了？我将物品信息发了过去，这人立即回应，至少40个食物，也就是8块蛇肉，不然免谈。我冷笑，最多3块蛇肉，而且冰甲术只是一个前期技能爆率，并不算低。过了明天，你就是想换食物都换不到。那人听了犹豫片刻，算了，3块蛇肉就3块蛇肉吧，省着点吃也够我一家人再坚持1天了。见此，我眼神微动，这样吧，你改成20个食物，我再多出5个面包。对方欣然同意。我则是成功获得了那本技能书冰甲术，消耗一定精神力提升自己或友方精神乘0.6的护甲，持续30秒。我现在的精神强度是8，技能增加5点护甲，然后下一秒在释放冰甲术成功的提示中，系统又提示天赋永恒之力生效，该技能已变成永久状态，护甲永久提升5点。我大喜，现在我的护甲已经来到了15点，3级以下怪物的攻击甚至都没办法对我造成伤害。之后我又给柳木雪附加了一层冰甲术。同时，柳木雪也通过聊天频道了解到其他幸存者的现状。现在他才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已经住上了温暖的领主小屋。然后他道：“谢谢你，阿星。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已经冻死在外面了。”没事，大嫂。既然我们2个被分到了一组，那就要互相配合，在这个世界更好的活下去。我帮助你，也是在帮助我自己。我会尽快适应这个世界，不拖你后腿的。然后我说了句晚安，两人分开准备入睡。然后这时突然有人加了柳木雪的好友，正是柳木雪的母亲。然后是视频通话邀请，柳木雪犹豫了一下，点了同意。就听得自己母亲碧云兰上来就问：“小雪，你那里还有没有多余的食物？支援我们一点啊！你是不知道啊，我和你2个弟弟，还有你爸爸可惨了。那个箱子里面就那么点食物，还不够大宝小宝一顿吃的。”然后听了大半天，柳木雪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果然还是跟蓝星一样，自己的父母也不关心她的死活，直接就找她要食物。想到在蓝星时，自己还被父母强迫要嫁给那个什么社会大哥，好在还没过门，那个社会大哥就死了，自己又来到了这个异世界，终于摆脱了那个噩梦家庭。于是他说道，自己也没有多余的食物了。不过这时柳木雪的父亲却质问道：“小雪，你是不是在骗我们？你都住进房子里面了，还说没有食物？还有你身上披着的这件皮草是从哪里弄来的？”然后旁边又响起了一个小孩的声音：“爸妈，姐姐身上的皮毛是狼皮，姐姐已经杀过狼了，姐姐那里有肉。”好啊，你个杀千刀的，居然还敢骗你老娘！有肉都不愿意跟家人分享是吧？
你个白眼狼，我白养你这么大了。面对家人的指责，柳暮雪含着泪水，一时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刘母变本加厉，你还委屈上了？我们饿了一天都还没委屈。柳暮雪，我看你真的是翅膀硬了。不过这时我突然出现在柳暮雪旁边，两个老东西，叽叽呱呱在那里叫什么？你是谁？我在跟我女儿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插嘴？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至于资格，就凭狼是我杀的，肉也是我的。你还想要，简直是做梦。就是一粒面包馅我都不会给你。你自己有手有脚的，不知道动手获取食物，跑到你女儿这里来吸血，要不要脸？然后我直接将对方一通痛骂，紧接着示意柳暮雪直接挂断了视频通话。世界顿时安静了。柳暮雪神情失态，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还是对我说道：阿星，谢谢你替我解围。没事了，嫂子，这些家伙想不劳而获，从我手里拿走物资没门。你也要记住，不管谁找你索要食物或是其他资源，一定不能给。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后面他们会无尽的索取，明白吗？柳暮雪知道来到这个世界后，上天已经将摆脱原生家庭重新开始的机会摆在了她的眼前，因此她郑重的点头道：我会的，阿星。然后忽然想起了什么，柳暮雪来到了灶台旁，端了一小桶热水，然后对我说道：阿星，我看你脚有些冻红了，我给你用热水洗洗脚吧。与此同时，柳父和柳母则是气急败坏。不过柳父突然回想起来，又觉得我有点眼熟。柳母想了一会儿，终于认出来，之前我们逼迫柳暮雪嫁给社会大哥陈江，而那小子就是陈江手下一司机，专门给柳暮雪开车的。得知我只是一司机，柳父阴冷一笑，有了主意。刚才他在屏幕见到，原先城市中三英会的方龙在召集手下，而方龙又曾是柳暮雪的疯狂追求者之一，他完全可以联系方龙请求援助，再趁机干掉我。时间来到第二天，所有幸存者请注意，你们已度过冰封纪元第1晚，新手保护期剩余4天22时。查看聊天频道，发现在线人数又下降了1000多。我没有多想，而是安排大壮他们继续升级极地人小屋以及建造其他建筑。随后我则是拿出双狼骑士召唤卷轴并使用，瞬间一个骑着巨大战狼的骑士出现在我面前。双狼骑士阿萨姆为你效劳。我查看阿萨姆的面板，发现除了阿萨姆外，他那头狼也是10级等级。这次召唤居然是买1送1，简直是赚爆了。我点头，又与其他人给阿萨姆附加了冰甲术、冰疗术、鳞片护甲蛇人族狂化，共计4个永久 buff。阿萨姆瞬间一惊：您是我见过拥有最伟大力量的领主，阿萨姆，愿为了您献上忠诚。你帮助领地成员阿萨姆提升实力，忠诚度已提升，当前忠诚度80。我满意的一笑，永恒之力果然好用。然后告诉阿萨姆，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探索任务，前往营地的东北方向，并将沿途遇到的资源点或者野外生物都做个标记，在探索范围达到10公里后回来向我汇报。遵从您的命令，领主大人。同时，极地人小屋也升到2级，可以召唤8个极地人了。我再次花费食物召唤极地人后，并将其取名5壮、6壮、7壮、8壮，然后继续给几人分配了采集石木以及建造的任务。之后，我带着柳暮雪来到市场旁，则是准备出手一些物资，换取其他有用的东西。我先是将狼肉挂了上去，置换装备、武器以及技能书，而肉的出现瞬间引起了其他生存者的狂热，同时无数人与我私信。不过这些人大都想用自己的其他领地物资交易，诸如木材、石块，还有少量的铁。我则是善意提醒，基础物资是生存的根本，不能轻易出售。这里面有一部分幸存者听劝放弃交易，但还有一部分却坚持要交易，理由是人都快饿死了，谁还想着后面的发展啊？对此我也没拒绝。不过我手里的狼肉储备不多，所以不打算收购那些普通的石块和木材。不过倒是可以先换一部分铁过来，然后把铁匠铺打造起来。铁匠铺可以打造一些简单的装备，比如时髦师傅，其他的装备则需要图纸。但是目前幸存者手里的铁都太少了，最多只有2、3块，用1块狼肉换2个铁，肯定是吃亏的。于是我询问系统，是否可以将狼肉分解成更小份。系统提示1块狼肉是1000克，最多可分解成10小块狼肉，即100克为1份。随即我将狼肉分解成了50份，然后修改交易条件为1份，狼肉兑换2块铁。瞬间我就得到了大量物资。然后我查看领地资源，这些资源已经可以将缝纫铺和铁匠铺建造出来了。而在当其他幸存者还在摸索时，我的领地已经初具雏形，进度可以说很快了。接下来只要保持节奏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升级领地等级，建造更高级的建筑。只能说未来充满希望啊！然后我又指导了一下柳暮雪如何战斗。不过这时系统突然提示，你的领地成员阿萨姆遭受攻击。我心中瞬间一沉，阿萨姆已经是10级的骑士，配合脚下的双狼1阶以下基本没有对手，遇到袭击就意味着阿萨姆遇到强敌了。一旁的柳暮雪同样收到提示，眼中立即出现担忧。我则是安慰他，
阿萨姆身上有4种永久状态，只要不被一击秒杀，以他的能力保命不成问题。果然几分钟后，并没有收到阿萨姆死亡的信息。紧接着我又见到阿萨姆狼狈地回到营地外，我立即拿起巴雷特向前，然后询问他怎么回事。阿萨姆立即抱歉，然后解释，在距离营地大概3公里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只强大的雪地暴熊，那只暴熊还会放电，我和凛冬都不是那熊的一击之敌。如果不是领主大人事先给我们附加了力量，我们可能都回不来了。他估计只有2阶骑士才能够战胜对方。听此我想了想，然后给2人恢复了状态，并说道：阿萨姆，带我去那里看一下。那只雪地暴熊距离我们营地只有3公里，这太让人寝食难安了。我必须先去观察下他的实力，当然我也有底气，凭我手中的巴雷特，20级以下的怪物基本上没有对手。然后半个小时后，来到一处雪山脚下的一处山洞旁，系统立即提示：您已来到雪原暴熊的巢穴，里面生活着一只强大的生物，极度危险，请谨慎靠近。领主大人，需要我去把他引出来吗？只要谨慎点，面对对方逃走不成问题。我点头，然后不久后，我只觉得地面震动起来，然后下一秒，一道体型至少达到8米的庞然大物猛地从洞穴里钻出，恐怖的咆哮声瞬间响彻整片区。雪原暴熊，15级2阶精英级生物，生命4080，攻击347，技能一熊掌拍击，对力量低于自身的敌人附带100%击飞效果。技能2野性咆哮，发出恐怖的音浪，使周围30米的敌人陷入3秒的震慑状态。技能3闪电拍击，召唤雷电之力，对周围20米的敌人造成130%的雷属性伤害，并附加1秒的麻痹状态。我一惊，单看这3个技能，这暴熊的强度已经直逼20级的怪物。不过我没有慌，而是冷静分析局势。对方血量有4000，凭借我的巴雷特，至少要开5枪才能解决对方。而现在我与那熊相距500米，按暴熊的速度，至少要10秒钟才能来到我的面前。而巴雷特有2秒钟的攻击间隔，10秒足够我发出5次攻击。因此，我拿起巴雷特对着雪地暴熊就是一枪，瞬间雪地暴熊身上飙血的同时，飘起一个872的恐怖伤害，并且因重心失衡直接跌倒在地。而我没有停手，再次开枪。而这次伤害居然高达1234，竟是触发了巴雷特无视护甲的特效，而连中2枪也让雪地暴熊对我彻底有了杀意，再次起身向我扑来，而我又是一枪抵出，但这一枪居然被闪开了，我不禁骂了句：我这什么垃圾枪法，这都能打偏。而此时雪地暴熊的生命值还有1974，同时换算下我与雪地暴熊的距离，也只剩下2次开枪机会，但此时我却异常的冷静，然后开枪，又是一个893的伤害。此时雪地暴熊距离我还有100米，而我也剩下了最后的一次开枪机会。胜负的关键就在此刻，瞬间枪响，一个高达1574的恐怖伤害直接从雪地暴熊的头上飘起，最后一击不仅命中，还触发爆头特效了。系统提示：你成功击杀15级雪地暴熊，越级杀怪，获得经验值350乘以400%，共计1400点经验值。你的等级已提升，当前等级3级。我瞬间大喜，居然连升2级。而系统声还没结束，击杀雪地暴熊，你获得战利品初级力量之心乘1，初级力量之心进阶道具，可让等级达到10级的幸存者或领地成员完成进阶，成为2阶生物。进阶后全属性提升100%，获得初级元素结晶乘8。初级元素结晶蕴含着元素之力的结晶，可以用来建造初级魔法建筑或当做炼金材料使用。恭喜你是全服首个击杀精英级生物的幸存者，获得首杀奖励初级元素剑塔图纸乘1，冰原德鲁伊招募卷轴乘1。同时系统又提示，伊勒娜与阿萨姆已为你表现出来的强悍战力而折服，忠诚度提升。我一笑，则是将那个初级力量之心扔给阿萨姆。领主大人，这么珍贵的力量之心，真的可以给我吗？阿萨姆，这一次的行动，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与机敏，我觉得你足以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阿萨姆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愿为了领主大人献出生命。系统提示：阿萨姆已被你的行为打动，忠诚度已提升。当前忠诚度95，已达到舍生忘死地步。同时，随着阿萨姆使用力量水晶，其身上的威压瞬间就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系统提示：你的领地成员阿萨姆已完成进阶，全属性增加100%。我简单查看了一下阿萨姆进阶后的面板，又看向伊勒娜说道：伊勒娜，好好表现，等你升到10级后，我也会为你寻找一颗力量之心，让你突破到2阶。感谢领主大人的慷慨，伊勒娜愿为了领主大人献出自己的一切。系统提示：伊勒娜已被你的言语打动，忠诚度已提升，当前忠诚度85。我一笑，又看向系统给的招募卷轴，冰原德鲁伊招募卷，可通过此卷轴召唤出一只等级为15级的精英德鲁伊，居然是15级的精英怪，我只想说这也太猛了。然后还有另一张图纸，初级元素剑塔图纸，可在领地中建造一座射程600米的防御箭塔，攻击力213，攻击间隔2.5秒一次。我只想说，好家伙，又是一个大杀器，足足200多点攻击力，几乎一剑就能秒杀伊勒娜这样的5级生物。即使是未进阶的阿萨姆，在600米的射程下，
可能还没冲到箭塔脚下就被直接射伤。紧接着，我看向暴熊尸体，并选择分解，瞬间获得1000多块蓝色品质的熊肉，还有熊皮、熊胆等等道具。最让我欣喜的是，熊肉初次服用还能提升力量与体质各2点，这对战士职业来说就是4点攻击力和40点生命值，外加1点护甲的提升，再加上现在幸存者们最缺食物，如果拿去交易，我相信一定能引起哄抢，而这可是一笔泼天的财富。清点完战利品，我又看向雪地暴熊的洞穴。阿萨姆自告奋勇表示先让他进去探查一下吧。我点头，然后不久后阿萨姆出来表示里面没有危险，但有几样特殊的物品。我有些意外，然后来到洞穴内，就见得里面居然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白色小熊，竟是一只掌握雷电之力的幼年期雪地暴熊。我想要摸摸它，却瞬间触电的同时，生命值还减少了1点。我一经系统又提示检测到可驯服野外生物雪地暴熊幼崽，是否将其驯服招募进领地之中。驯服野外生物后，需为其提供食物，等待其成长后才会具有相应的战斗力。我选择同意，瞬间招募成功。系统还提示还可以给其命名。我想了想，决定就为其取名沃利贝尔吧。而柳木雪则是欢喜地抱起沃利贝尔。我刚想提醒这家伙会放电，结果柳木雪笑道：“可是他没有被电。”我无语，这小熊崽子看人下菜碟是吧？而在熊窝旁边还有一个未上锁的白银宝箱。我瞬间呼吸急促。这个世界中宝箱从低到高，分为青铜、白银、黄金以及皓月宝箱。最高级的皓月宝箱甚至能开出传说装备，而即使是白银宝箱，前世我玩游戏的时候也是在生存到10天后才偶然获得了一个，而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只能说意义重大。我将其打开，恭喜你获得技能书祭字马克机器人，黑铁护臂乘1，医疗包乘5，小型资源包乘1，秘银乘5。我看向那本技能书，瞬间大喜，因为那是一本寒铁机械师的前期神级技能，价值不菲。技能书马克机器人，寒铁机械师专属技能书，消耗材料与谢力值，召唤一只继承幸存者120%属性的马克机器人，机器人持续时间为180秒。至于装备是一件能增加攻击距离的护手，我正好可以用。小型资源包使用后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石材、木材与铁，秘银则是一种珍贵金属，可以打造高级装备或建筑。然后回到领地，我查看了一眼物资，只能说物资相当丰厚。然后我继续安排大壮他们建造采集，随后则是与柳木雪来到灵珠小屋中。自从上次帮柳木雪解围与她父母的事情后，我俩的关系就增进了不少。不过暧昧了一会儿，没有更进一步，我还是让自己冷静一会儿的来到了市场旁，打开交易界面，准备出手一批物资，先解决领地发展再说。打开世界频道，一如既往的各种背包。不过也有人分享攻略，表示自己遇到了一群戴面具的人，相当凶残，警惕其他人不要靠近。这时聊天频道忽然出现一阵骚乱。三阴会的方龙又开始出售食物了，100颗兽肉换100个木材或者50个石块，武器装备优先，谁那里有多余的材料快去换。见此有人兴奋，也有人吐槽价格太贵，我则是摇头，这价格确实贵，都相当于把一个营地的资源都掏空了。虽然交易的食物能够恢复一些饱食度，但由于物资不足，发展受限，接下来可就惨了。然后我也将熊肉分解成小份挂了上去，而且标注这可是家属性的肉，当然我所需的物资比方龙便宜多了。兄弟们，快去市场上看看，有人在出售家属性的熊肉。熊肉上架后，很快就被人注意到，并且一下子就吸引了大批人围观。一个叫做杨林的幸存者更是激动道：“我用50个石块直接换到了1整块熊肉，足够我一家人全部提升属性了。我的天啊！”而这个消息更是让聊天频道陷入疯狂状态，甚至有人把熊肉的信息发到了世界频道上，让其他不在174区的幸存者感到羡慕不已。同时，我则是被疯狂的交易信息刷屏，短短几分钟，我就收获了5400块木材、3200块石块，还有342块铁、初级元素结晶43枚，外加一张绿色的图纸以及20块密银。而我总共就付出了215块完整熊肉，甚至背包中还有足足1000块熊肉。我大喜，这些材料完全可以将我营地中最重要的篝火灵珠小屋以及极地人小屋全部升级一遍，甚至还可以再建造出初级元素箭塔这大杀器，极大提升领地的防守能力。于是我赶紧将大壮他们喊来，开始吩咐工作。而我短暂离开不再交易熊肉之后，174区的幸存者们则顿时陷入了慌乱之中。有人担忧我是不是卖完了，也有人后悔他还在等我降价一点再卖，结果卖没了。见此，有人直接讽刺道：“一群蠢货还想等别人降价，也不看看这是什么肉。”能够加属性的道具，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而且曹行大佬的价格已经设得很公道了，方龙那个价格才是要人命了，买一次就相当于倾家荡产。没想到这条消息立即引来方龙的回复，有人居然在说我卖的肉贵，这世道我为了让你们不饿肚子，把珍贵的食物都拿出来交易了，你们居然还说我卖的贵。聊天频道顿时沉默了，这里大部分都是湘江的人，都知道三阴会的兄妹，那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黑帮势力，相当不好惹。都给我老实点儿，也不看看这片区域谁是老大。后面谁要想在这片区域交易，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不然
有你们好看。唉，方龙你也太霸道了吧！自己的东西卖这么贵，还不允许别人买。哼，你说的没错，我们就是这么霸道。你以为我们三英会是柿子捏的吗？告诉你们吧，这片区域有我们三英会几百号兄弟，以后我们可是迟早都会碰上的。你们可要想清楚这么做的后果。同时，一个个三英会的成员纷纷跳了出来，给方龙撑场子。其他幸存者们见此都是脸色一变，也不敢发话。而此时，我终于安排完工作，回来看到方龙居然禁止其他人交易的聊天内容，瞬间懵了。不过我冷笑一声：“诸位，我手上也没有多少熊肉了，无法再进行大规模的交易。不过你们要是爆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图纸装备、技能书，可以私聊我，我还可以继续收。”这句话让那些没抢到的幸存者心中再次升起了希望。我则是看向自己的领地资源储备，只能说各项资源全都来到了一个恐怖的数量。这个资源数甚至是我之前在手机上玩的时候，差不多要度过20天才能收集到这么多。这时柳木雪则是提醒我：“阿星，那个方龙，我与他接触过，这是个很阴险的小人，而且手段狠辣，你要小心点。”我点头，但却完全不担心。现阶段玩家对抗无非是找到对方营地，然后展开进攻。但当前幸存者们都只有1、2级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长途跋涉几十公里乃至上百公里来找我的麻烦。而就算他们真的赶过来，一个5级的伊勒娜加10级的双狼骑士就能够对他们展开单方面的碾压，更别说我还有个没召唤出来的冰原德鲁伊。最重要的是，我马上还会建起一座大杀器初级元素箭塔，到时候别说一个方龙，就是整个三英会一起上，也只是送菜的份。而现在最让我担忧的反而是人手问题。现在我拥有大量资源，却只有8个基地人可以工作，即使连轴转也不能将我所有的资源投入到建设中去。而如果不把资源转变成优势，这对我来说就太浪费了。结果正当我发愁时，外出的阿萨姆突然归来，并且身后竟还带回来了3个女人。领主大人，我有新的发现要报告您。然后解释这几人都是从冰封城逃亡出来的难民。冰封城是距离我们足有几千公里的城镇，但是被异鬼大军攻陷了。这几人好不容易从冰封城逃离，路上又遇到了邪教组织，之后被阿萨姆解救下来，却也已经无家可归。阿萨姆可怜他们，于是向我建议，我们的领地正好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领主大人，请您收留无家可归的我们，我们愿意为您献出一切。你们会做饭吗？那好，以后做饭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紧接着向几人发出招募，系统提示招募成功，茉莉郁金香蓝宝石加入了您的领地，领地人口数量加3。不过为了方便管理，我想了想，又给几人重新命名为大花、2花、3花。至于几人的面板都是1级属性，就是饥饿度太低了，你们先去生火做饭，让自己吃点东西。现在没有建造食堂，灶台在领主小屋里面。几人离开后，我则是想到，这些新招募的人口需要给他们修建小型庇护所，用于晚上休息，然后还要修建专门的食堂供领民们吃饭。但是不管是打造或是升级建筑，都需要很多时间。我看着正在忙碌的8个极地人，不禁叹息，感慨人手还是不够啊。我想起我曾经玩游戏时的经验，首先这个游戏是有原住民的，基于此招募人手通常有4种方法：一是扩大领地规模，吸引附近的部落或者流民主动加入；二是像阿萨姆一样外出游荡，有概率在野外带回来一些人手；三是去这个世界的城市或者村镇酒馆，通过支付一定的报酬，招募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 NPC 过来；四则是直接发动战争，去征伐附近的部落居民，逼迫他们投靠。不过这几个方法都不适合我现在的处境。而正当我为人手发愁时，吃完饭的大花几人却为我带来了一个及时的好消息。大花告诉我，他们是从一群残忍的游猎者的营地中逃出来的，那里面还关押着许多他们的同伴。如果可以，大花希望我能拯救他们，我一起获取人手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那群游猎者有多少人？什么实力你知道吗？大概20-30人，其中大部分游猎者气息跟领主大人差不多，还有2个小队长，实力比这位蛇人族的女士稍微强一点，最后还有一个最强的大队长，与阿萨姆先生的双狼气息差不多。我点头，也就是说10级游猎者1人，5级以上2人，外加20多个5级以下的游猎者吗？不过我有进阶了的阿萨姆，还有个没招募的15级2阶精英冰原德鲁伊，出手绝对没问题。此外，按照游戏经验，这些游猎者还会藏有一些宝贝。我心意一动，问清了位置后，当即开始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首先是我昨天新获得的2本技能书和装备。技能书冰锥术，凝聚1至3根冰锥，对敌人造成精神乘以 0.8 的魔法伤害，并有 30% 的概率造成1秒冰冻效果。技能书极光祝福，凝聚极光之力附着在武器上，近战攻击时对敌人造成额外精神值乘以 0.8 点光属性伤害，效果持续60秒。这2个技能冰锥术我学了，极光祝福则是给了柳木雪。然后我又使用了冰原德鲁伊招募卷轴，瞬间一股威压中，自然的力量将指引我前进。守护者安德鲁向您报道，
我查看安德鲁的面板，发现其还带有一个变身技能——巨熊形态，变身为冰原巨熊，全属性提升30%，并且将额外获得技能野性咆哮与凶猛突袭。巨熊形态持续60秒，冷却时间180秒。我满意的点头。不过我也注意到了安德鲁只有63的忠诚度，以及他看向我眼中的冷淡。我明白这是我实力太弱了，这家伙有点不顺从我，而安德鲁也确实是这么想的。弱小的领主并不能让他贡献出全部的忠诚。但我一笑，只是说道：“安德鲁，身为我的领民，你将会享受到神圣的赐福。”然后在安德鲁震惊中，我将冰疗术、冰甲术以及伊勒娜的几个祝福技能全部加持到安德鲁身上，并且配合永恒之力，将这些状态变为永久状态，感受着力量的提升，而且还是永久提升。安德鲁惊了。领主大人，这是什么赐福效果？他好强大！这是对于你的忠诚做出的奖励，只有我的领民们才能享受到这种赐福。领主大人，您的力量是我生平仅见，安德鲁衷心感谢您的赐福。系统提示你帮助领民安德鲁提升实力，忠诚度已提升，当前忠诚度74。我一笑，然后准备带人去游猎者营地，结果系统又突然提示：所有幸存者请注意，你们已度过冰封纪元的第2天。以适应这个世界的节奏，等级排行榜即将开启。每个大区率先达到10级的100名幸存者将获得排行榜奖励。我大致看了一眼奖励，100名到第4名的奖励大多是食物与资源，而前3名就厉害了，居然还有2阶生物招募卷轴以及蓝色装备。但最让我呼吸急促的还是第1名的奖励，居然有一张2阶首领级生物招募券。这个世界中，不管是那些招募的生物还是野外生物，都会根据资质而分品级。资质代表了他们的强度与成长潜力，其中从低到高分别是普通精英头目首领以及统帅。越强的资质，每次升级时提升的属性便越多。就比如精英级生物，它的属性先天就比普通生物要强悍30%，以此类推。这次第1名的奖励居然跳过了头目，直接奖励首领级生物招募券，这就很恐怖了。这一刻我已经决定，一定要全力冲刺，尽量拿下第1名的奖励。同时，与我有过节的方龙，又或者其他势力的人，也打着与我同样的想法。不过系统提示榜单公布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我压下内心激动，直接带人前往了游猎者营地。来到位置后，系统提醒：您已来到特殊区域游猎者营地，当前危险程度极度危险。见此，我没有丝毫退缩，这是系统根据我的实力评估的，却并没有算上我的侍从。因此，我直接让安德鲁还有阿萨姆几人冲上去。瞬间，一声敌袭的声音里，数十个拿着长矛的游猎者也反应过来的从帐篷里出现。我简单看了一眼对方的面板，都是些3、4级的怪物，完全没有威胁。然后就见得安德鲁冲进人群，一爪下去，数个3、400的伤害飘起。同时系统提示：你的领地成员安德鲁击杀了游猎者，获得经验值40点；战斗人员柳木雪曹星，领地随从伊勒娜，获得1半经验值20点。我与柳木雪都是一惊，我俩明明没有参与战斗，但却获得了经验值。但我很快明白过来，我俩都给安德鲁几人附加了增益状态，因此安德鲁击杀怪物时也算我2人参战，所以有经验值分成。想清楚这一点，我只想说，这也太强了。这样一来，只要我招募的强大随从够多，就可以将这些随从全部派出去，然后坐在领地中做升级。更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我与柳木雪拿下排行榜奖励的把握也更大了。而此时战场中，游猎者们的攻击只能给安德鲁几人造成减1的伤害，但很快安德鲁几人身上又不断飘起加10的血量，游猎者们彻底傻眼了，打得还没回得多，这也太赖皮了吧。而这时营地中央突然窜出一人来，正是游猎者队长。我查看其面板，其还有一个脚底抹油，逃跑时能增加移速的技能，当即提醒安德鲁几人，那人就是队长，别让他跑了。那队长见到安德鲁几人如此猛，本就打着逃跑的主意，听到我的声音更是开溜。但这时安德鲁怒吼一声，直接变成巨熊，然后一个冲刺追上那队长，狠狠一拍，竟是直接将对方拍死。瞬间系统提示我获得150点经验的同时，我的等级也来到了4级。同时系统还提示你摧毁了一处游猎者营地，领地声望加50。注意，因你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讨伐，根据你的实力判定，获得额外奖励幻影刺客招募卷轴，可召唤出一位20级精英实力的幻影刺客。我瞬间狂喜，居然是比安德鲁还强的20级精英刺客。然后我向前收拾战利品，获得了一些游猎者面具、1阶士兵训练书以及一些钱币。其中游猎者面具是装备可以增加精神值，1阶士兵训练书则可以将领地中的普通人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1阶士兵。钱币则是这个大陆通用货币，可以在这个世界的城镇中购买一些物资或招募随从。我又来到游猎者的帐篷里，第一个帐篷里面是一个血腥的祭祀场面，差点没让我吐出来。果然这些游猎者都是些疯子。至于其他帐篷里，则获得了不少钱币食物以及物资。这时安德鲁告诉我，他在那个队长身上发现了一把奇怪的钥匙，地精宝库钥匙，持有此钥匙可以前往指定坐标开启地精宝库。注意，该区域可能隐藏有一些特殊的危险，请谨慎前往。我瞬间眼一亮，
地精一族虽然是个弱小的种族，但他们极其擅长挖洞和寻宝，所以地精的宝库中往往会有一些珍贵的宝物。不过那个坐标距离我足有40多公里，以我现在的移动能力还是太勉强了，只能日后再说。然后来到最后一个帐篷，里面正是被关押的那群难民。我看过几人的名字，却在看到最后一个名字时不由一愣。幸存者童楚楚当前等级1，居然是一个来自蓝星的人类。柳木雪立即向前安慰交谈后才得知，昨天童楚楚跟着他爸爸出来寻找食物，结果遭到了游猎者的袭击，并被抓了起来。至于童楚楚的爸爸，昨晚被游猎者带走后就再也没回来。童楚楚说完再次泣不成声，我则是叹息。在攻打游猎者营地时，我们见过了许多堆着尸体的邪恶祭坛，童楚楚的父亲估计就是其中的遇害者之一了。柳木雪看向我，则是问可以把童楚楚带回营地吗？我点了点头。现在营地逐渐走向正轨，只是多一张嘴巴吃饭也没什么。而且这个小女孩也是幸存者，以后说不定能帮得上忙。得知我是个强大的领主，童楚楚眼神中带着一丝畏惧和好奇，然后试探着问道：“那可以也把她妈妈一起带走吗？她妈妈一个人还在营地里。”对此我却陷入了纠结。人类幸存者可不是那些原住民不会轻易反叛领主，之所以愿意带这个小女孩，也是因为她没什么战斗力，造不成什么威胁。但如果是那些成年人就不好说了。于是我点开系统界面询问，如果我想让其他幸存者加入我的领地该怎么做，然后得知目前有2种方式。方式1，以新领主的方式邀请对方加入领地，并且共享建筑权限资源等等。方式2，以领民的方式招募对方加入领地，对方只有简单的居住权限和建造权限，并且不可对友方单位发起攻击。看到第2个方式，我心里一定，以领民的形式招募进领地中，就不用担心会对我的领地造成破坏，这倒是符合我的要求。然后我询问了童楚楚她的领地位置，并表示愿不愿意，还要看她妈妈自己的选择。听此，童楚楚立即道谢：“谢谢你大哥哥，楚楚会一辈子记得你的恩情的。”我目光又看向帐篷中另外几名原住民，询问他们认不认识之前被阿萨姆救的茉莉和蓝宝石他们。得到几人是同伴的回答后，我点头表示他们现在已经是我的领地居民，也是几人告知消息让我来救他们的，所以几人愿意归顺加入我的领地吗？得知外面的游猎者都已经被我干掉，几人立即恭敬表示愿意。这次一共招募了6人，3男3女，不过都是外国名字。我干脆将男的重新取名曹1、曹2、曹3，女则叫4花、5花、6花。其中曹1自带一个初级演讲技巧天赋，能发表一场演讲安抚领民们的情绪；4花则自带初级烹饪技巧，能烹饪出来的食物额外增加20%饱食度。我眼前一亮，算是意外之喜。此外，我在营地角落还发现了一个游猎者的储物箱，点击开启后获得不少白面包、小麦种子以及牛奶等食物，还有铜等金属。其中小麦种子可在开垦过的土地上进行种植，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至于铜在这个世界也是一种重要的金属，可以用来打造电线电灯。此外，制作雪地机器人乃至战争机器人都需要大量的铜。此外，我还获得了一封提示为特殊道具的信件，光明教会的信。打开阅读后，内容为：致所有光明神的信徒们，主降下了启示，宣告救世之种即将现世。为了迎接救世之种的到来，我们将在近期展开一场血祭行动。请在冰晶王国附近的所有光明教徒前往指定坐标附近的根据地中，在信徒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我们将会对多伦湖城发起攻击，将整座城镇的生灵献祭给救世之种。系统提示这是一个任务道具，你可以将信件送往多伦湖城，提前揭露光明教会的阴谋。看完信，我皱了皱眉头，这群游猎者居然打算攻打一座城池，真是有够疯狂的。至于系统说让我送信，我连那个什么多伦湖城在哪儿都不知道。而那处游猎者聚集地，我查看坐标位置，发现距离我足有200多公里，才松了口气。这么远应该波及不到我。之后将整座游猎者营地焚烧干净，我几人又前往童楚楚的篝火营地。来到营地，我刚想跟着童楚楚进入，却被系统提示新手保护期间无法进入其他幸存者营地。无奈等待片刻后，就见得里面走出一个身姿高挑、尽显成熟韵味的女人，而她的名字则是夏燕妮。夏燕妮一出来，看到领地外聚了那么多人，也是肩膀一颤。好在童楚楚立即解释，将我几人救了她的事情说出，夏燕妮才立即眼角带泪的向我道谢，说着还要带着童楚楚跪下来。这位夫人不用这么客气，楚楚应该告诉你了，我的领地现在需要人手，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可以跟我们回到领地帮忙建设领地，一起发展。相应的，我们会保障你们的安全和提供食物。夏燕妮犹豫片刻，随即点头表示愿意。我给2人发了招募邀请后，系统又提示该领地目前已处于无主状态，是否占领。点击确认后，我又得到了一个领主铜光荣的遗物箱，开启里面只有少量木材10块以及2块老鼠肉，这些就是这座领地最后的资源了。可以说，如果不是我到来，过不了2天，2人要么因为食物耗尽而饿死，要么因为木材耗尽而冻死。我深吸一口气，下定了决心。这个世界充满了机遇，但也充满了危险，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实力和领地，绝不能让自己的储物箱变成遗物箱。等再次回到领地，天也快黑了。大花在看到那群熟悉的面容后，顿
顿时惊呼一声冲了过来，与自己同伴开始了劫后余生般的交流。大壮也走向前来，领主大人，篝火已经升级成功了，您的领主小屋也在加快进度升级中。我点头看向营地篝火，篝火等级已经来到5级，可为方圆160米的区域增加10到20摄氏度的温度，并且在火焰的炙烤下，周围被冰雪覆盖的地面逐渐显露了出来。只有在这些地面上才能建造更多的建筑以及种植各种农作物，所以篝火的等级就决定了你的领地面积。等后期营地篝火升级成能量塔，光供暖范围就可以达到一座城市的面积。而幸存者们通过不断建造各种建筑发展领地，将来甚至能够拥有一座自己的城市。我说了句不错，让大壮带着5壮6壮继续去采集资源，重点采集那座煤矿。篝火升级后需要消耗很多的煤，我们需要确保营地的供暖。然后我又把2壮叫过来，让2壮带着7壮8壮抓紧修建更多的小型庇护所以及食堂等等，争取在天黑前完成，让新成员有吃饭睡觉的地方。至于剩下的3壮4壮，我让2人只需要在天黑前建造出一座初级元素箭塔即可。此刻那群新加入的人类也已经结束了交流，他们看到营地里正在工作的极地人，稍微年长点的曹毅眼神微动，连忙带着其他难民走了过来。领主大人，请为我们也下达更多的任务吧。不急，我知道你们应该好几天没吃饭了，在干活前也要先填饱肚子。这群新加入的领民互相对视了一眼，均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惊喜与欣慰。他们似乎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体贴的领主。不过现在没有食堂，你们先吃点面包对付一下。柳木雪立即从领地资源中取出了10几个面包，给每个新加入的领地成员都分了2块。此刻曹毅和四花他们眼中带泪的连忙感谢，忠诚度也全都提高一大截。至于一旁的童楚楚和夏燕妮，看着那群领民们手中的白面包，咽了咽口水。他们已经饿了一段时间了，同样对食物无比的渴望。我从领地资源中取出了4块面包，递给了夏燕妮，先吃点东西吧。夏燕妮轻弯下腰感激，连忙道谢。我则是再次看向曹毅，你带来的这批人，接下来就统一交给你指挥。你们后面的任务是继续升级篝火，还有收集资源，木材、石块都需要采集。在人手多出来的情况下，再帮助大壮他们建造一些基础建筑。曹毅连忙点头。我又将小麦种子交给大花，你带个人在领地附近找块地方开垦田地，然后把这批小麦种下去。这是上好的小麦种子，一定能生长出优质的小麦。领主大人，我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我看着领地中一片忙碌的景象，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从一座小篝火逐渐拥有了这么多领民，以及建造出越来越多的建筑，这就是种田的乐趣啊。这时我忽然想起什么，问道：对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会缝制衣服？之前获得的狼皮我和柳木雪都没有加工，御寒效果没有那么好。现在缝纫铺建造出来，正好需要派人进去工作，而有缝纫技巧的人能够加快制作衣服的速度。结果一众领民相互对视，均是摇摇头。但就在这时，我会，我在家的时候也经常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童楚楚附和道，自己妈妈手艺很好，做的衣服都很漂亮。我点头将狼皮递给了夏燕妮，那这2件狼皮就麻烦你帮我做成衣服了，多余的部位看看能不能做成帽子、手套什么。可以的，这是上好的狼皮，明天给你可以吗？我点头，夏燕妮松了口气，然后便带着自己的女儿进入了缝纫铺中。此时天色昏暗，夜幕即将降临，在这个世界天黑的时间占据了1大半，白天只有不到10小时的明亮时间，因此我与柳木雪直接回到领主小屋休息去了。同时全球所有人类来到这个世界的第2天也即将过去，在等级排行榜的推动下，今天大量的幸存者们试着走出了雪地，他们或是和家人一起，或是单独前进，在营地附近小心地探索着，都有了一些收获。而在174区所在的区域某个角落，手持黑铁长剑的方龙一剑斩杀了一头野猪，然后他身上升起了一道升级的白光。很好，总算在天黑前升到3级了。我从排行榜开启到现在，就一直在外面寻找落单的低级野兽击杀，应该没有比我速度更快的了吧。另一边，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手中一把檀木长弓直接被他拉满，然后一箭射出，直接射杀了一头傻狍子。这个中年人正是天刀会的周伯。然后周伯接到一条手下传来的消息，老大已经将兄弟们的坐标都统计出来了，在你的营地30公里范围，有2个兄弟的营地在那块区域。今天发展一下，明天应该都能赶到你那里去了。周伯脸上出现一抹狞笑。很好，明天等那2个兄弟过来，我们就可以一起组队杀怪，升级效率能够大大提升了。到时候什么方龙5星虎，通通都要被我踩在脚下。同时，大量的幸存者们结束了1天的探索，也纷纷返回了营地之中。聊天频道也逐渐热闹了起来，不少人都表示，原来跟家人组队配合对付那些低级野怪并不难，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的食物。也有人抱怨自己出门没多远，就遇到了几只高级怪物冰霜哥布林，根本打不过，简直是倒霉。与此同时，一个倒计时出现，系统提示等级排行榜正在统计中，3分钟后将公布各大区的幸存者等级排行。各位可以在排行榜中查看自己的等级与相关排行。
榜单实时刷新，顿时所有人神情一震，不禁猜测现在等级最高的人会是谁。有人提到，当然是他们虎堂老大五星虎，因为五星虎已经3级了。结果立即有其他人提到周伯以及方龙，同样是3级。不少人震惊的同时，就见到系统提示等级排行榜更新已完成，但是上面的排名却超出所有人的预料。174区等级排行榜，第1名曹兴4级1%，第2名五星虎3级25%，第3名周伯3级14%。看到这个排行榜名单，整个174区的聊天频道陷入了片刻的沉默之中，然后便是铺天盖地的刷屏。第1名居然是曹兴大佬，不愧是杀了熊的男人。而此时，方龙和周伯等人却都面色难看。该死，怎么是这小子拿了第1？另一边的周伯脸上也出现饶有兴趣的笑容，有意思。原本以为这小子只是运气好，得罪了方龙算是完了，现在看来他确实有点本事。周伯打开好友列表，然后点击某人私聊说道：“发动身边的关系网，查下这个叫做曹兴的来历。”另一边领主小屋中，柳暮雪眼中带着激动的神色看向我道：“阿星，你是第1名呢，好厉害！”我一笑，只知道明天我们也要继续努力，看看能不能给你也争取个前10的奖励。次日一大早，我就收到系统消息，初级元素箭塔修建成功了。然后就见得营地篝火边缘出现了一座高15米的6角塔楼，如果有敌人靠近营地附近600米区域，这座箭塔就会自动发出攻击，非常强大。与此同时，门外传来敲门声，四花笑着端着一碗熊胆汤和一份烤好的熊肉走了进来，表示按照我昨天的要求，2份食材都处理好了。见此，我眼睛一亮，熊胆能够直接增加200点血量，熊肉则是能增加2点力量和体质，这可都是不小的提升。然后一口熊肉下去，系统立即提示力量+2，体质+2。至于熊胆，有些奇怪的是，我连吃了几口都没有获得属性提升的系统提示，直到我吃了一半，系统才提示服食熊胆成功，生命值最大值增加2点。原来是要吃一半的熊胆才能获得属性提升啊！这么看来，剩下的一半还能再提升一次。于是剩下的一半我直接给了柳暮雪，只是可惜这种食物只有在第1次吃的时候才有效。这时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幸存者们，恭喜你们已度过冰封纪元第3个夜晚，新手保护期剩余时间2天22时。此外，今晚将会有一场小规模降雪，最低气温会达到-70摄氏度，请注意防寒保暖。阿星，今晚会下雪吗？会下雪，不过还好不是暴风雪就行，以我们领地现在的设施，足以扛过去的。然后我推开了领主小屋的大门，门外面那些极地人还有新加入的领民们都早已在此等候。见我出来，他们齐声说道：“领主大人早安，请为我们安排今天的工作吧。”领民们热情高涨，在此之前，他们都过着食不果腹般的生活。仅仅只是来到我领地的第1天，他们就感受到了这个领地的发展前景，所以他们分外珍惜这个机会。我点了点头，你们今天继续进行我昨天吩咐的工作，采集更多的资源回来，升级篝火和领主小屋，让我们共同建造一个更加繁荣的领地吧。遵命，领主大人。这时，夏燕妮和童楚楚一人抱着一套厚厚的衣服也走向前来。夏燕妮小心翼翼地说道：“大人，衣服做好了。”作为现代人，他似乎不太习惯用这种称呼。辛苦你了。我接过衣服，正是一套缝制好的狼皮大衣与狼皮帽子。这2件衣服虽然并没有附加什么属性，但依旧能起到很好的御寒作用。然后我看向夏燕妮那被黑眼圈覆盖的瞳孔，知道她昨晚应该是熬夜了。于是我取出2块熊肉，还有1瓶牛奶，递给了夏燕妮。领主大人，这么珍贵的肉和牛奶真的可以给我吗？楚楚还小，给她补补身体吧。夏燕妮眼睛顿时有些泛红了起来，郑重的点头，连声道谢。童楚楚也欣喜道：“谢谢大哥哥。”安排好工作之后，我又把阿萨姆叫了过来，询问他昨天出去的时候，除了解救大花他们，还有其他发现吗？阿萨姆递给我一份附近资源的简易地图后告诉我，除了普通资源外，他还发现了一处矿洞，不过里面已经被一群鼹鼠人霸占了。此外，他还在附近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听此，我眼睛一亮，这代表那处矿洞里面很可能有一些科技造物。我询问那群鼹鼠人实力如何，阿萨姆表示他虽然没进去探查，不过鼹鼠人是一种低级生物，普遍实力都在1阶左右，偶尔才可能会有一些2、3阶的鼹鼠人出现。听完，我心中已经有了主意，那个矿洞距离领地也不远，我倒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去探索这个鼹鼠人矿洞，争取把我和暮雪的等级都提上去。不过在出发之前，我打算把那张幻影刺客招募券用掉，增强自己队伍的实力。幻影刺客招募券中可召唤出一位具有20级精英实力的幻影刺客，是否招募？我点击确定，面前瞬间出现一团迅速扩大的黑色迷雾，只是几秒钟时间就将整个营地笼罩，而其中隐约能看到有一道人影在移动。那道人影身上没有任何气息溢出，然而却给我带来一阵阵致命的危机感。下一刻，迷雾消散，一个披着黑色斗篷、身上穿着紧身的黑色皮甲的女性从中出现，其脑袋上一顶漆黑的头盔遮住了大半个脸庞，只能看到其青色皮肤下一张微红的嘴唇。
他缓缓开口道：“影之圣堂需要守护，我正因此而来。幻影刺客莎拉任务向你报道。”我点头，欢迎你的加入，莎拉任务。莎拉没有什么反应。柳暮雪这时也轻声道：“欢迎你，莎拉。”谢谢，这位美丽的女士，莎拉任务为你效劳。我在一旁直翻白眼，这是区别对待啊。不过我也早已习惯了这些新人刚被招募过来时的冷淡反应。然后我看向莎拉的属性，其中莎拉自带3个技能，技能一魅影无形，模糊自己的身形，隐藏自己的气息，在隐匿状态下提升30%的闪避概率，移动速度增加20%，持续时间5分钟。技能2 N 次解脱，攻击时有30%的概率造成225%的伤害，有15%的概率造成315%的伤害，有5%的概率造成432%的伤害。技能3天赋暗影之体，隐匿状态下额外增加15%闪避率。此外还有一个刺客羁绊，当队伍中的刺客达到3人以上时，N 次解脱触发概率提升5%，10人以上时触发概率提升10%。我眼中出现掩饰不住的惊诧之色。莎拉近700多的攻击力，随便一刀触发暴击，甚至比得上巴雷特开一枪。如果触发 N 次解脱，那伤害更是恐怖。而且经过我的永久天赋加持，莎拉还能再提升几个档次。于是我饶有兴趣地看向莎拉。那么莎拉，我现在要为你施加赐福效果，你是否愿意接受？莎拉没有回答，似乎有些犹豫。一是因为她不信任这个新的领主，二是觉得以我那弱小的实力，能给她施加什么强大的赐福效果。在思考片刻后，她还是点了点头，然后不需我多说，伊勒娜便将蛇人族狂化和鳞片护甲加持在了她的身上。莎拉身体一颤，她明显感觉到这股力量的强大。还不等她开口，我这边也丢过去冰疗术、冰甲术，再加上柳暮雪的极光祝福，一连5道永久 buff 打上去之后，莎拉整个人都直接僵在了原地，她的肩膀都在微微的颤抖。作为一个经常执行刺杀任务的刺客，莎拉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些永久状态的可怕。然后她将手中的幽影之刃放到胸前，恭敬地向我行了个礼。感谢您的赐福，伟大的领主。莎拉任务愿为了你献上忠诚。然后系统提示莎拉任务提升实力，忠诚度已提升，当前忠诚度71。我一笑，随即说道：“现在继续出发，目标鼹鼠人矿洞。”1小时后来到目的地，一座雪山山脚之下的一处矿洞前。系统同时提示：特殊区域鼹鼠人矿洞，里面活跃着大量的鼹鼠人以及一些特殊的危险，请谨慎接近。当前危险程度极度危险，又是极度危险。不过我没有在意，比起在游猎者营地的时候，我的实力又提升了很多。于是挥了挥手，带着众人朝着矿洞中前进。其中防御力最高的安德鲁走在前面，阿萨姆则是第2个进入。至于莎拉在进入矿洞的时候，就引入了黑暗之中。柳暮雪则举着盾牌，警惕地看着四周。他知道他的任务是保护我不受到伤害。踏入矿洞，在矿洞的墙壁上能看到1、2根散发着蓝色火焰的火把。将其取下后，系统提示获得魔能石火把乘1。魔能石火把，一种低能耗的照明工具。1颗魔能石可以提供长达半年的照明时间。此外，火把中的魔能石也可以单独取出。我眼睛一亮，魔能石可是好东西。这个世界的一些机械造物运转都需要能量，而这些能量就是依靠的魔能石。到了后期，能量塔和一些其他建筑也都需要魔能石提供能量。这玩意跟元素结晶一样，也是一种硬通货。然后我让阿萨姆和安德鲁把所有魔能石火把都给我取下来。同时我又看到地上的铁轨以及倒在一旁的矿车，其中废弃的矿车可以将其分解获得8块铁，或是带回领地中使用4块铁进行修复。铁轨可搭建轨道，加快矿物运输速度，或者将其分解获得4块铁，这也是好东西。我干脆全部带走，继续前进。没多久就见到几十只顶着个老鼠脑袋的生物正在挖矿，正是5级怪物鼹鼠人矿工。此外还有一只7级鼹鼠人监工。见到有人来，鼹鼠人监工立即挥舞手中的长鞭，怒喝道：“是入侵者，去干掉他们！”这群鼹鼠人瞬间向我一众人围杀，不过实力差距太大。安德鲁只是在地上狂奔，就将一只鼹鼠人撞飞。阿萨姆更是手持长剑，游刃有余，更别提黑暗中还在不断闪过一抹抹寒光。寒光每次飘起，都会带起一个几百上千的恐怖伤害数字。如此实力，就连那名鼹鼠人监工眼中都出现了恐惧的神色。而莎拉等人击杀怪物后，我与柳暮雪也能获得一半的经验。柳暮雪身上很快升起了一道白光，竟是升到3级了。然后柳暮雪看着前方的战场，试探着问道：“他也想去战斗，可以吗？”我看出了他脸上的认真，也知道也该让他多历练历练了。而且凭借他现在的防御力，扛住一只鼹鼠人矿工不成问题。于是点头让他记得小心点。柳暮雪深吸一口气，举着盾牌，右手握着长剑便冲了过去。他很快就对上了一只鼹鼠人矿工。那只鼹鼠人挥舞铁镐，猛地攻向柳暮雪的盾牌。柳暮雪咬牙举盾格挡，却发现对方只能给自己造成-8、-13等一个个微弱的伤害。而下一秒，他的生命值就被冰疗术+10+10的直接回满。见鼹鼠人对自己造不成伤害后，
刘沐雪松了口气，同时想起我之前教导她战斗的场景，心下有些羞怯的同时，也逐渐找到了战斗的感觉。于是柳沐雪一剑刺出，直接解决那只鼹鼠人。与此同时，我也抬起了法杖，不断发出冰锥收割残血的鼹鼠人。此刻那名鼹鼠人监工已经恐惧的连忙朝着矿洞深处跑去，但就在此时，莎拉从暗影中显出身形，一刀暴击直接将对方生命值清零。我赞叹了一句：莎拉干得不错。又想到莎拉的等级已经达到进阶要求，如果这时候能弄到一个2阶力量之心，就能让莎拉进阶成3阶生物，到时候实力还能暴涨1倍。然后开始打扫战场，除了一些干粮以及金属外，还有几本混沌之书，能使友方单位随机提升1.4位属性。此外，则是鼹鼠人监工手中的那根长鞭。鼹鼠人监工长鞭附带特效一鞭笞，使用长鞭抽打目标加快工作速度，使其在接下来的5分钟移动速度增加10%。附带特效痛苦加深，抽打时造成的痛感提升50%。见此，我表情有些古怪，这玩意儿不会也是一种增幅类效果吧？如果配合我的隐藏天赋，是不是能变成永久状态？于是，在柳沐雪等人惊讶的目光中，我对着自己就狠狠抽了一鞭子。一道清脆的响声过后，我猛吸了口冷气，只觉得好疼。但紧接着系统又提示你受到了鞭笞效果，移动速度增加10%，效果持续5分钟。天赋永恒之力发动，鞭笞已变为永久增幅状态。我只想说，还真可以啊！这样一来，配合蛇人族狂化这个技能，就相当于可以为自己和其他友方单位永久增加30%的移动速度，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一旁的柳沐雪等人对我又痛苦又兴奋的反应，则是一头雾水。正直的阿萨姆连忙向前问道：“领主大人，您怎么了？”阿萨姆让我抽你一下，可以吗？众人一阵无语。虽然这个要求很奇怪，但因为阿萨姆那高达95的忠诚度不会违抗我的命令，他还是点头道：“如果领主大人想的话，可以。”然后我也不客气，直接一鞭子抽到了阿萨姆的身上。阿萨姆坚毅的脸上因为疼痛而皱起了眉头，但他同样感觉到体内多出了一股力量，不禁惊喜道：“这就是领主大人的用意吗？真是神奇！感谢您的鞭拔，尊敬的领主大人。”这时阿萨姆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领主大人，请问可以多抽我几次吗？”阿萨姆想要变得更加强大。不行，只有第一次鞭笞才有效果。听到这话，阿萨姆有些遗憾地点了点头，而旁边的人却陷入了完全的疑惑中。然后我咳嗽了2声，向他们解释了这个鞭子的效果。那么安德鲁、莎拉，让我也为你们附加赐福吧。于是矿洞中响起了一片鞭子抽打声。增加完状态后继续前进，一路上有不少铁轨，我全都收了起来，足足收了上百米，直到前面的矿洞出现了一条岔路口。左边的路口似乎通往矿洞深处，里面隐隐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右边的路口则是用木板封住了，似乎是个禁止入内的区域。我想了想，让安德鲁把右边的木板拆了，先看看里面有什么。就见到矿洞中似乎有几台倒塌的矿车，旁边还有散落一地的矿石。那群鼹鼠人似乎是遭遇到了什么情况，来不及撤离，就把东西留在了这里。阴影中的莎拉冷不丁开口，我在里面感应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我皱了皱眉头，莎拉可是20级的精英怪，连她都觉得危险，这说明里面有某种可怕的生物。我让莎拉去探查一下。莎拉点了点头，然后直接消失在了阴影中。1分钟后，莎拉的身影再次出现，说道：“里面是一只2阶魔物的巢穴，实力跟我不相上下，不过有领主大人附加的赐福，再配合安德鲁和阿萨姆，应该问题不大。”我心下一定当即决定，那就向前进发。一路上，我又从地上收获了不少矿石，甚至还有秘银矿石与魔能石。柳沐雪都不禁感慨，这趟收获真不错。光这些矿石和矿车就不虚此行了。一直来到通道深处，这里的光线突然一暗，能注意到矿洞的头顶和两边均出现一些白色的蛛网，甚至还有一些大网将通道填满，堵住了前进的去路。与此同时，一股邪恶强悍的气息从洞穴深处扑面而来。我下令让阿萨姆把通道清出来，结果阿萨姆挥舞长剑，却如同劈砍在果冻上一般，要砍好几下才能将蛛网清掉。这时莎拉开口道：“让他开路吧。”果然，莎拉手中幽影之刃一刀下去，就将这些坚韧的蛛网劈开一个大的豁口。而踏入洞穴更深处的同时，系统立即提示你已进入特殊区域地穴魔蛛的巢穴。然后我就见到眼前洞窟上方布满了蛛网，一个个包成粽子般的白色大茧倒挂在众人头顶，地面上还有一颗颗或大或小、带着绿色粘液的发光球体，其中小的为小型魔蛛卵，打爆后会出现3到8只3级小魔蛛，大的为大型魔蛛卵，打爆后会出现1到2只15级的大魔蛛。我放眼看去，地面上至少有数十个魔蛛卵，只觉得头皮发麻。刚想说先把这些魔蛛卵清掉，就听得头顶的蛛网开始一阵颤动，一只体型超过5米的恐怖身影迅速占据了所有人的视线。BOSS 地穴魔蛛出现，地穴魔蛛出现的瞬间就喷涌出一股蛛丝，直接将安德鲁束缚在原地。然而安德鲁暴吼一声，体型迅速长大，直接进入巨熊形态，然后一把将身上的蛛网撕碎挣脱了出来。我立即喝了一句把他打下来。化作巨熊的安德鲁猛然跳起，冲到空中，朝着地穴魔蛛猛然扑去。
然而地穴魔蛛迅速后撤，让安德鲁这一爪子扑空。但就在这时，黑暗中一道寒光无声无息地飞出，莎拉的挚爱之臂命中了地穴魔蛛。地穴魔蛛吃痛，浑身一阵抽搐，一个大大的643的伤害数字同时飘起。与此同时，我也射出3根冰锥，虽然只造成了10几点伤害，但其中一根冰锥触发了冰冻效果。地穴魔蛛身体一僵，体表顿时覆盖上了一层冰霜，然后从头顶坠落了下来。我心中一喜，冰锥术这个技能真好用，每一根冰锥都有30%的冰冻概率，全部命中大概率能对敌人造成短暂的控制效果。而面对落地的地穴魔蛛，我立即下令回杀它。地穴魔蛛迫不得已展开了正面战斗，一口下去直接给安德鲁造成了304点伤害，还有不断减8的中毒状态。不过巨熊形态下，安德鲁的血量几乎快突破了8000，外加他身上还不断飘起加10的绿色恢复数字，直接无视伤害的与地穴魔蛛缠斗在一起。此外，阿萨姆和双狼还有莎拉也向前趁机攻击，我指挥安德鲁先抗住这只魔蛛的伤害，如果血量下降到了一半，再换阿萨姆顶上。一瞬间，一大堆伤害数字飘起。我趁机查看这只地穴魔蛛的属性，发现这家伙还自带一个魔蛛狂暴技能。当地穴魔蛛的血量降低到30%以下时，会提前孵化所有魔蛛卵，驱使所有魔蛛攻击敌人。我立即意识到不妙，下令让阿萨姆带着双狼凛冬脱离战场，先把附近的魔蛛卵清掉。阿萨姆随即冲向附近的一颗小型魔蛛卵，一剑下去，里面立即出现数只小蜘蛛。不过阿萨姆几乎一剑一只，轻易就将这些小魔蛛戳爆。同时我也不断凝聚冰霜之力，将一颗颗冰球砸下去。让我意外的是，击杀小魔蛛也给惊艳。按照这个洞穴中那么多魔蛛卵计算，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经验。于是地穴魔蛛的血量在安德鲁与莎拉的围攻下开始流水般倾泻，那些魔蛛卵也被阿萨姆接连打爆。我跟在阿萨姆后面不断补刀，经验值更是开始飞速上升。与此同时，外界的幸存者们也在为等级排行榜展开激烈讨论，其中方龙、周伯等人都已经冲入4级，其手下不少人都暗讽我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小子。他们已经有好几个兄弟联合在一起组队了，他们老大等级迟早超过我。结果下一秒就见到我的等级从4级52%一下子就跳到了55%，并且几秒钟又跳到了4级60%，速度之快直接惊呆了所有人。与此同时，洞穴里的战斗也进入尾声，地穴魔蛛血量仅剩1203，随着莎拉一刀斩下，更是跌到600以下。我连忙让莎拉停手，然后毫不犹豫地掏出了巴雷特。地穴魔蛛还以为自己活了，打算跳向空中逃跑。我则是抓住时机，直接一枪开下，瞬间一个804的伤害数字飘起。系统提示：击杀20级精英级生物地穴魔蛛，越级杀怪获得5倍经验值，总计2500点。战斗人员：柳木雪、莎拉、安德鲁、伊勒娜、阿萨姆获得经验值1250点。你的等级已提升，当前等级5级。一道升级白光从我和柳木雪身上同时升起，我欣喜，同时查看战利品，除了初级力量之心和初级元素结晶外，其他都是新东西。包含一张绿色品质的初级宠物契约，可对一只野外生物使用该契约，使其成为专属宠物；还有可对一名随从使用，使其随机增加3.4维属性的终极混沌之术，以及一枚精英级魔蛛精魄，可对一名2阶以下的随从使用，使其大概率进化为精英级生物。见此，我眼睛一亮，目光扫视了一番，然后停留在阿萨姆身上。阿萨姆现在只是2阶普通生物，如果能让他提升到精英级，还能再变强一阶。于是把阿萨姆叫来，将魔蛛精魄直接丢给了他。阿萨姆使用它，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阿萨姆没有犹豫，直接将其拍进了身体中。下一刻，阿萨姆忽然全身一僵，身上升腾起一股极其强悍的气息。系统提示：阿萨姆使用魔蛛精魄，成功进化为精英级生物，全属性增加30%。额外激活技能寒霜剑气，凝聚寒霜之力，劈出一道具有冰冻效果的剑气，对沿途30米所有敌人造成166%的攻击伤害。阿萨姆也感应到自己实力变强了一大截，直接单膝跪地，激动地看向我。感谢领主大人赐予的力量，阿萨姆无以为报。这是你应得的。然后又从背包中拿出了一颗初级力量水晶，这玩意能给领主使用，也能给召唤生物使用。我看了眼一旁的双狼凛冬，他也是一名10级生物，满足进阶条件，只要把他也升到2阶，那么我手下除了伊勒娜，就全部都是2阶了。于是把力量之心也交给了阿萨姆。阿萨姆让你的凛冬也完成进阶，一名强大的骑士需要强大的坐骑才能发挥出他的战力。听到这话的阿萨姆颤巍巍地接过水晶，感激地看着我，不再多说，而是转身直接来到双狼凛冬的面前。凛冬，接受领主大人赐予的力量吧，让我们一起誓死捍卫领主大人的荣耀。话落，阿萨姆将水晶丢出，双狼凛冬一口将其吞下，刹那间凛冬的气息便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增长，体型也从原来的3米长直接暴涨到了近4米。我满意的点了点头，又看向最后一样奖励，一把蓝色品质的魔蛛之杖。这把武器除了附带一个初级魔力增幅，有40%概率
增加魔法攻击10%伤害的技能外，还带了一个能召唤出5只10级的1阶魔蛛帮助战斗的技能，效果十分强大。我大喜，又让几人都在洞穴中搜索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宝贝。几分钟后，莎拉在洞穴中的某个角落发现了一个宝箱，居然是一个未上锁的白银宝箱。打开里面有一个背包与数张图纸，以及一些干粮和医疗包。贵族背包绿色品质，背包容量40个，附带特效魅力4点。中型庇护所建造图纸，可容纳人口6人，并未在里面休息的友方单位，提供每秒恢复0.5点生命值的恢复效果。铁轨制作图纸，可在铁匠铺中消耗材料打造一节铁轨。我满意的将背包装备了上去，又看向地上的白银宝箱。系统提示是否分解开启过的白银宝箱，然后分解成功，获得10块米。至此，整个地穴魔蛛里面的东西差不多全被搜刮一空了，然后又回到了原先的岔路口位置。这一次，我几人要前往左边的通道，一路前进了差不多快500米，眼前的矿洞变得宽敞了许多。就在这时，一个近2米高、全身被铁皮覆盖的怪物突然出现在眼前，竟是一个机械怪——鼹鼠人科技钻地机器人。见到我几人，钻地机器人发出敌人需要清除的机械音，然后立即朝着我几人冲了过来。进阶后的双狼一马当先，结果钻地机器人一个冲撞差点将双狼撞飞，还打掉了双狼100多滴血，攻击力竟是不低。不过即使如此，在莎拉几人的围攻中，钻地机器人的耐久度还是被迅速清空。我来到报废的钻地机器人面前，系统便提示我可将其分解成各种金属材料，或者使用一定的金属材料将其修复，修复后将变成友方单位，可以对它下达简单的指令。我眼睛一亮，钻地机器人的强悍攻击我已经见识过了，而且这玩意儿还能够用来下矿，堪称是一个多功能性机器人。而一路上各种金属我捡了不少，用来修复钻地机器人绰绰有余。于是选择修复，仅是片刻，那台已经报废的机器人便又重新活动了起来。我简单查看了一下其面板，发现其最大时速高达30公里每小时，待机能量消耗则低至1魔能时每30天，只能说相当实用。不过就在这时，又有一股危险的气息迅速接近。就见的黑暗中忽然出现了许多双通红的眼睛，是一大群拿着长矛的鼹鼠人士兵，还有2台不同型号的鼹鼠人机器人。我只想说这是捅了马蜂窝了，但想到己方的实力，我立即下令阿萨姆过来保护我们，安德鲁、莎拉与凛冬则上去清剿对方。面对眼前阵仗，莎拉不仅没有感到恐惧，反而还显得十分兴奋。下一刻，他直接冲了上去，而安德鲁也是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巨熊形态。双狼凛冬也怒吼一声，瞬间一只双狼、一只白熊以及一团黑影迅速冲到了鼹鼠人大军中，混战在一起。而以3人2阶的实力，面对7级的鼹鼠人士兵，简直是碾压。随着一只只鼹鼠人毙命，经验获取的提示更是不断出现。至于那2台鼹鼠人机器，则是在莎拉一个个 N 次解毒的双倍暴击中直接被干爆。只能说无限回血的幻影刺客简直无敌。等到战斗结束，我的经验已经到来5级86%，柳木雪神情激动中也升到5级。我2人更是在排行榜中霸榜前2名。至于第3名周勃，也才不过4级43%。此刻174区的聊天频道再次炸锅。曹星大佬好恐怖，这升级起来跟吃了激素一样。同时也有人讨论柳木雪又是谁，然后相互交谈下才想起，穿越前他们所在湘江城市的时尚杂志上曾列出过10大女神，其中一个就叫做柳木雪。另一边，方龙面色变得铁青，本来还想在今天追上我，现在看来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了。而且如果我保持这个势头拿下等级排行第1，获得那张首领级生物召唤卷，那他更不是我的对手了。想到不能这么下去，方龙又给自己手下发消息，询问让他查我营地坐标的事情怎么样了。结果对方回答，现在所有人都无法远离营地太远，根本不好查。方龙骂了一句废物，挂断了通讯。也知道当前阶段要想查到一个人的营地坐标，在对方不主动暴露的情况下，是一件很难的事。不过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我记得柳木雪好像跟那小子待在一起，而柳木雪的家人昨天还和我联系过，不知道能不能从他家人那里下手，找到他们的营地坐标。方龙越想越觉得有戏，据说柳木雪从小被他家人管控，所有行踪都需要报备，也很听他父母的话。而其父亲柳振杰又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只需要再给他几块食物就能把他收买。想到这里，方龙邪恶一笑，他打开好友列表，然后拨通了柳振杰的通话。回到矿洞中，战斗已经结束。这时柳木雪忽然收到了一个视频通话申请，一看是他父亲打过来的。柳木雪看向我，轻声问道：阿星，我爸爸又打电话来了，留言说有急事，我要接吗？他现在对于我的信任已经完全大于家人。我想了想说道：接吧，看看他想做什么。不过你就当我不在身边跟他交谈。柳木雪点头，然后接通了电话。此刻柳振杰看着视频画面激动道：小雪啊，你可算接电话了，你这孩子，我们给你发了那么多信息都不回，你想做什么？
柳暮雪听到自己家人还想掌控自己，顿时脸色一冷，找我有什么事直接说吧。听到柳暮雪的语气，柳振杰也意识到不对，强忍怒意，然后脸上堆出一个笑脸，说道：“也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你那边过得怎么样啊？还有你们的营地在哪个位置？这2天我和你妈妈都反思了很久，也很愧疚，知道我们以前确实对你太刻薄了，所以想等新手保护期解除后，带着你2个弟弟过来看下你。”柳振杰说的情深意切，似乎真的感到悔过。然而柳暮雪是个聪明的女人，立即察觉到不对劲，她关闭了视频画面和声音，转过头问道：“阿星，我爸突然找我要坐标位置有些不对，以他们的脾气是不可能突然对我感到愧疚的。我则是想到当前阶段，幸存者们连走出营地10公里范围都难，根本不会想着去寻找别的幸存者根据地，而且以柳暮雪父亲还有他母亲那惜命的性格，更不会冒这个险。那么也就是其他人让柳振杰过来问的，是想利用暮雪的家人套出我的营地坐标吗？这些家伙倒是有点想法，至于是谁指使的，我心里也清楚，无非是那几个在排行榜上想跟自己竞争第一的人，其中方龙的嫌疑最大，毕竟自己与对方有过冲突。我嘴角露出一个饶有兴趣的笑容，道：“暮雪，你告诉他这个坐标位置。”然后我将那个游猎者大型聚集地的坐标说出。对方可是在策划着一场恐怖的屠城行动，如果方龙不去还好，要是去了有他好果子吃。这一则小插曲后，我来到那2台被打爆的机器人面前。这2台机器分别是铲斗机器人、履带机器人，2个机器人都可以进行修复。我直接点击修复，就见到2台机器人再次站起，并说道：“主人请吩咐。”这些机器人都有着媲美同阶精英怪的实力，配合我的天赋，更是相当于一种质变。这一行只能说战斗力有增加不少。然后我又让其他人将矿洞彻底搜寻一番，最终获得上千块普通铁矿，数百块特殊矿石，简直是大丰收。而随着往矿洞深处一直前进，没多久前面居然出现了一道亮光，透过亮光才发现这里也是一个矿洞入口。阿萨姆说道，他在矿洞入口发现了很多车辙的痕迹，那群鼹鼠人可能把开采好的矿石通过这条通道运走了。我知道估计是追不上了，便让几人先回去吧。这次收获已经够大了。不过就在我往营地回归的路上，探查周围的情况的莎拉突然出现。领主大人，前方发生了一场战斗，一群游猎者正在围攻一只冰原猛犸象。一旁的德鲁伊疑惑道，冰原猛犸象是一种强大的群居生物，以游猎者的实力怎么可能对付得了这种强大的生物？莎拉摇头道，那是一只落单的幼年猛犸象，但它落入了游猎者的陷阱之中。听此，德鲁伊眼中出现愤怒的神色。这群该死的游猎者，破坏那些城防还不够，又将魔手伸到了神圣的猛犸象身上，这些大自然的破坏者必须施以惩罚。请求领主大人帮帮可怜的猛犸象吧。我只是说先过去看看那群游猎者的实力，然后来到一处峡谷裂缝上方，峡谷上还搭着几根100米长的巨树躯干充当桥梁，不过其中一根巨树桥梁发生了断裂，似乎有什么生物坠落了下去。而峡谷下方一只腿部受伤，身上缠绕着铁链的猛犸象正被10几名游猎者死死束缚着。我看了眼这只猛犸象的属性，20级2阶头目级生物，如果满血的话，血量达到惊人的15000点，还自带各种技能，堪称恐怖。不过这只猛犸象现在的状态很不好，因为坠落加被围攻，血量已经降到2000以下。而那群游猎者15级的精英游猎者1人，10级以上的2阶游猎者5人，其他的都是10级以下的，这点实力根本不如我的眼。我直接下令全部出动，干掉下面所有游猎者。见到还有高手出现，那名唯一的精英游猎者脸色一惊，结果下一刻他忽然感觉到后脖颈一凉，莎拉不知何时已经摸到了他的背后，然后幽影之刃无声无息地递出，一个高达1700多的恐怖的伤害瞬间出现。这名精英游猎者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刚想逃跑，但被莎拉盯上的敌人怎么可能有逃脱的机会？另一边，安德鲁与阿萨姆则是将那些普通游猎者一个个全部拍飞。战斗很快结束，我让阿萨姆几人即刻打扫战场，安德鲁则是跟我过来，然后来到冰原猛犸象的面前。这只猛犸象的情况很不乐观，一身的负面状态，不断掉血，已经陷入了濒死境界。安德鲁带着怜悯的眼神走上前去，轻轻抚摸猛犸象的脑袋，然后带着求助式的目光询问我有办法救下这只猛犸象。我试着丢了个冰疗术，但系统提示无法对非友方单位施展治疗技能。我皱眉摇头道，我的力量只能对自己的领民们使用，无法用来救助猛犸象。听此，安德鲁眼中顿时闪过一丝绝望。地上的猛犸象头上还在不断冒出伤害数字，眼看已经降到了1000以下。不过这时我似乎想起了什么，之前击杀那只大蜘蛛的时候，系统给了一张宠物契约，不知道能不能对猛犸象这样强大的生物使用。只要猛犸象变成有方生物，就可以对它进行治疗了吧。然后我问安德鲁可以跟他对话吗？安德鲁表示可以做些简单的沟通。那你问他愿不愿意作为我的宠物，跟我签订宠物契约？只有成为我的宠物，我才能对他施以援助。安德鲁怔了怔，猛犸象一族是强大的，也是高傲的，
很少有勇士能够驯服这种生物。但现在为了让它活下去，安德鲁只能尽量劝说。安德鲁将熊掌贴在猛犸象的身上，口中发出一些奇特的音节。猛犸象艰难地转动瞳孔，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安德鲁，犹豫间最终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声。安德鲁立即欣喜地说道：“领主大人，这只猛犸象答应成为您的宠物，请您现在将其收入麾下，对它进行救治吧。”我眼露惊喜，一只头目级生物，而且还是幼年期，其潜力不用多说。然后我取出那张宠物契约卷轴，按常理这张契约卷轴的成功率很低，但现在因为猛犸象自己已经同意了不会进行反抗，所以成功率已经达到了100%。然后卷轴随着使用消失，转而化作一团白光打在猛犸象的身上。与此同时，那只猛犸象也受到了什么感应，心中似乎与我建立了某种联系。系统提示契约成功，冰原猛犸象已成为你的宠物，领地人口+5。我只想说，好家伙，居然占用5个人口。不过想到其强度，我也就释然了。此外，还可以给宠物命名，我给其取名为大白。随后我让柳木雪多丢几个净化技能，将负面状态全部清除。我自己也丢过去一个冰疗术，开始治疗大白。而接下来只要等大白的血量慢慢恢复上来就好了。不久后，冰原猛犸象的血量也已经恢复到了1万以上。然而当它的血量恢复到12000的时候，就不再继续往上涨了，因为它进入了严重的骨折状态，血量上限减少了20%。这个状态下，大白只能艰难站立，却无法行走。我让安德鲁帮大白恢复一下。安德鲁点了点头，来到大白的身后，抬起他那粗壮的象腿，安慰道：“先忍一下。”话落，他猛然一掰，一声清脆的骨头错位声出现。大白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声，身上飘起一个2724的伤害后，随着冰疗术持续恢复，大白的血量又再次回升了上来，直到恢复到全盛状态。至此，这头猛犸象扬起象鼻，发出一阵中气十足的吼声，然后立即低下了头颅，走到我身边，轻轻地用鼻子蹭了蹭我。同时，系统提示：因你救治了宠物大白，大白忠诚度已提升，当前忠诚度90，忠诚度达到100后，你将彻底获得该宠物的信任，可解锁坐骑功能。与此同时，探索完周边地形的阿萨姆过来汇报道，他在附近的峡谷两边看了一下，似乎没有找到可以让猛犸象上去的地方。这座峡谷足有70-80米深，两边的地形比较陡峭，偶尔能看到几块凸起的大石头，我们可以轻松地爬上去。但大白这么大的体型就不行了。我想了想，说道：“沿着这条峡谷深处前进，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能够上去。”而此时距离天黑还有2个小时，眼看马上天黑，我让莎拉独自行动，先去前方探查一下，扩大搜索范围。直到半小时后，莎拉回来并说道：“前方1公里有一座营地，里面聚集了大量的游猎者，还有4名2阶强者，而且2阶中有一股气息感觉比较强悍，跟猛犸象身上气息强度差不多。”我在心中衡量了一番双方战力，也就是说那里可能有着一只20级的头目级生物，再加上还有3-4个精英级游猎者，与我这一方差不多势均力敌。不过自己这边都有无限回血状态，算是占优。莎拉这时候又补充了一句：“在那个营地旁边，我看到了一个用巨石垒起来的阶梯，我们可以从那里爬上去。”听此，我直接宣布：“那还等什么？诸位，让我们对这些疯狂的邪教徒降下制裁吧！”与此同时，小型根据地中巡逻的游猎者就见到一个骑着双狼的铠甲骑士，以及一个4肢着地的德鲁伊，旁边还跟着3台狂奔的机器人，朝着他们狂奔而来。这些游猎者在经过最初的茫然后，顿时惊呼道：“是敌袭！”是警声接连传来。游猎者作为这个大陆上有名的邪教势力，基本上是人人喊打，因此看到的任何生物都是他们的敌人。骚乱中，大量游猎者手持武器冲出了帐篷，我则是收到系统提示，发现特殊区域游猎者中型营地，一名光明教会的黑袍祭司在此驻守，极度危险，请谨慎靠近。黑袍祭司应该就是莎拉所说的那名头目级强者了，但我没有犹豫，直接让阿萨姆等人继续向前狂奔过去，对付普通游猎者。2阶的安德鲁等人几乎已一拳一个，更别提还有鼹鼠人机器人也在一路横冲直撞。很快，游猎者一方就出现了溃败的倾向。而这时，4名身穿黑色斗篷、气势明显要强悍1阶的游猎者冲了出来，其中一个手持链锤的游猎者面色难看道：“我去对付那只巨熊，你们各自挑选对手，1人1个。”下一刻，他瞬间加速，朝着安德鲁就冲了过来。与此同时，另外3名身穿斗篷的游猎者也分别对上了阿萨姆和2台钻地机器人，战局竟一下子翻转僵持起来。我则是也看到了那些游猎者的属性，均是15级的2阶精英级生物。阿星，我们要上去帮忙吗？不用，我们这边可还有一个杀手锏没有使用出来呢。然后我对着大白说道：“去吧。”下一秒，一声恐怖的咆哮声，大白直接横冲直撞进战场，瞬间将面前所有游猎者撞飞。但就在此时，又有一道黑影迅速从营地中窜了出来，其速度甚至比莎拉还要快上1阶。
然后其出现在了大白的身后，并划出一道寒芒，直接带走了大白近1000多的血量。大白瞬间吃痛，扭过头，一鼻子甩了过去，却被对方一个闪身就躲了过去。而这时我才看清楚了那家伙的样子，那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袍、戴着面具的男人，而对方面板标注为游猎者黑袍祭司，20级2阶头目级生物。与此同时，黑袍祭司再次冲向大白，凭借灵活的身法，竟是稳压大白一刀。柳木雪又担忧道：“大白好像打不过他，我让他不用担心，大白一会儿就有帮手了。”此时莎拉那边已经悄无声息地解决了所有敌人，然后在我的命令下，莎拉直奔那名黑袍祭司，一把幽影之刃划过。黑袍祭司只感觉背后一阵凉意，面色狂变。关键时刻，他飞速转身，匕首递出，一阵金属碰撞声。见到莎拉实力似乎不弱于自己，黑袍祭司不禁惊呼：“还有高手！”莎拉没有说话，再次挥动匕首，两名高端刺客在一瞬间展开了近距离的厮杀。不过莎拉因为属性与黑袍祭司差距了一截，很快被压制。但不等黑袍祭司高兴，后方的大白抓住机会，一个象鼻直接将其抽飞。另一边，随着履带机器人与颤抖机器人的加入，4名游猎者精英很快被干掉。我立即下令阿萨姆几人转而去帮莎拉。另一边，黑袍祭司面色变得更加阴沉，他对付这2个强大生物都是在艰难支撑，现在又冲过来好几个不弱的家伙，他根本打不过。该死的，到底是哪儿冒出的这一批高手？他们又是怎么找到我的营地的？他已经打算逃跑了，但每当这时，莎拉就会如同复古之躯般再次缠上来，让他根本没有机会。此外，大白强悍的攻击同样接连而至。危急时刻，他骂了一句：“我记住你们的样貌了。等我离开后，一定将此事上报首领。你们将会在整个狂风学院遭受我们光明教会无止境的追杀。”话落，他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球体，往地上一丢，一阵烟雾迅速升腾而起，其身形也消失在原地。等其出现时，已经与众人拉开一大段距离。见此，我冷笑：“到嘴的鸭子还能让你飞了不成？”然后手中出现一柄长枪，正是巴雷特。刹那间一声枪响，一个874的伤害直接从黑袍祭司身上飘起，这一击还触发了破甲效果。狂奔中的游猎者头目身体陡然一僵，艰难地转过身，看向我的目光中带着难以置信，然后便直接倒了下去。系统提示：成功击杀游猎者黑袍祭司，越级杀怪，获得经验值4800点，当前等级7级。击杀黑袍祭司，获得战利品强壮的头目及魂魄，蓝装无声之刺，酒馆建造图纸。恭喜，因你是全服首个击杀头目级生物的幸存者，获得首杀奖励双动魔盾技能书。你摧毁了一座游猎者中型营地，获得声望值200。见此，我只想说，好家伙，真是大爆！我率先查看了背包中那一团紫色的魂魄，强壮的头目级魂魄，可对一名2阶以下的精英级随从使用，使其大概率进化为头目级生物，成功概率为50%到80%。我脸上出现狂喜之色，居然可以让精英级生物进化为头目级生物。精英级提升到头目，不仅全属性会获得提升，还能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堪称是一次质的提升。我环视一圈，场上的阿萨姆、安德鲁以及莎拉都满足使用条件。与此同时，这些领地成员也看出这个魂魄拥有的神奇力量，可以让他们完成蜕变，向着更高层次进阶。所有人眼中都出现了渴望之色，就连一向高冷的莎拉也不禁将目光看向我。思索片刻后，我直接将这团魂魄丢给了莎拉。莎拉呆愣愣地接住，有些难以置信道：“你确定要把这个给我吗？”我点头。现阶段莎拉是最适合使用这个魂魄的。成为头目级后，她本就强悍的战力还会得到巨大提升，因此我道：“使用它吧，我希望你能成为最强的刺客，重铸影之圣堂的荣光。”莎拉的呼吸急促，接过那一团魂魄后，就直接拍进了自己体内。同时系统提示：因你的慷慨施舍，已打动领地成员莎拉任务，忠诚度已提升。当前忠诚度91，对此我相当满意。91点忠诚度已经快要达到舍生忘死的境界，到时候莎拉甚至愿意为了我而付出生命。等待莎拉蜕变的过程中，我又查看第2件紫色的道具，那是系统给予的首杀奖励——双动护盾技能书，施加一个双动护盾，环绕自身或友方单位，减少20%受到的伤害，每秒钟都会对附近的敌方单位释放寒霜之息，造成精神诚意的冰冻伤害，并减少其20%的移速和攻速。护盾效果持续60秒，可选择关闭或者开启。我心中再次一惊，这居然是一个极减伤害控制于一体的强大技能。我立即点击学习，然后对着自己释放了一个技能。系统立即提示：天赋永恒之力已生效，该技能已变为永久状态。与此同时，莎拉那边也已经完成了蜕变。系统提示你的领地成员莎拉完成蜕变，已进阶为头目级生物，全属性提升30%。习得新技能湖光闪，湖光闪以极快的速度瞬间向前方突进一段距离，并对沿途的敌人造成110%的切割伤害。我满意点头，又宣布道：把这个营地的物资都搜一遍，然后准备返程。搜刮过程中找到了不少钱币、粮食，甚至酒水，然后来到了这间营地中最后一间屋子里，
也是之前那个黑袍祭司冲出来的地方。进去一看，小木屋里面燃烧着火炉，旁边还有个小木桌，木桌上面还有一张泛黄的羊皮纸地图。我将其拿起，系统提示获得狂风雪原地图，将地图铺展开来，就见到上面顿时出现了各种图案，有河流、高山、野兽，还有城镇。而在这个地图的左上角，还有一个大型城镇的标志，上面还写着多伦湖城。我一惊，原来多伦湖城就在那里，然后才发现多伦湖城跟我现在的位置足足相差1000多公里。看来那个送信任务短时间内是没办法完成了。除了这些图标外，地图上还有着一个个太阳的符号，有一个正好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我则是想到这些不会都是游猎者的营地位置吧？那这张地图可以说是把整个狂风雪原的游猎者老巢都给标记出来了。我顿时明白了这张地图的重要性。从之前的战斗就能看出来，摧毁这些游猎者营地不仅可以获得奖励，还可以获得声望值。掌握了这些地点，无疑等于掌握了大量的好处。而且正好我手里有张酒馆的图纸，等酒馆建起来后，要想吸引一些强大随从过来，就需要足够高的声望值。等声望不够了，刚好可以找几个游猎者营地刷一波。这时柳木雪又在角落发现了一个宝箱，打开后是各种食物，一张初级哨塔建造图纸，一本技能书勇气祝福，还有一颗黑钻。我看向那本技能书的属性，技能书勇气祝福，凝聚极光之力，使一定范围内的有方生物增加精神值，乘 1.5 的物理攻击力和魔法攻击力，效果持续90秒。我一惊，这不就是极光骑士前期的几个辅助神技之一吗？柳木雪现在的精神力虽然不高，增加的攻击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但是只要他等级再升几级，精神力提升上去后，一个祝福就能让全员攻击力暴涨。于是我直接把这本技能书给了柳木雪，让其学习。至于那颗黑钻，则是特殊材料，镶嵌在装备上，可以增加20点魅力，并且系统提示黑钻极其稀有，深受贵族喜爱，任何一颗黑钻都会引发哄抢，并且能够拍到一个极高的价格。我眼中一亮，到了句好东西，然后重新将黑钻收入了背包中。至此，这个营地中的所有东西都被搜光了，可以说是大丰收。然后我带领众人走出营地，准备从一侧一缓坡返程。返程的路上，天空居然飘起了雪花，眼前变得苍茫一片。好在有系统自带的小地图功能，我带领众人顺利回到营地所在位置。而在营地外，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团大篝火正在熊熊燃烧着。雪花飘洒到篝火附近，很快就被火焰散发的热量融化。相比起外面白茫茫一片，营地范围内却如同冰雪中一个独立的世界。柳木雪道：“阿星，咱们的领地范围又变大了不少呢，好像还多了很多建筑。”他的表情有些小兴奋，毕竟这是他和我2人的领地。我点头，能看出现在的领地范围提升了1大截，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大壮他们至少将营地篝火提升了2级。除此之外，领地里还多了许多间小型庇护所，还有铁匠铺、食堂也都已经建造了起来。回到营地，我先是询问大壮，我走的这段时间里没发生什么吧？大壮表示一切正常，除了在中午的时候有几只冰霜哥布林想过来攻击他们，但被伊勒娜配合强大的元素箭塔射杀了。此外，那几只哥布林身上还掉落了一些东西，说着递过几块石头来。我接过一看，竟是4块冰晶石。冰晶石是某些冰元素怪物身上会爆出的石头，蕴含着强烈的寒冰气息，可用来建造某些特殊建筑，会用来打造某种冰属性装备，可以说用途广泛。我满意将其收下。此时距离完全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我打算利用这段时间给猛犸象也搭建一个庇护所，还有几台机器人，也要给他们躲避风雪的地方。然后我拿出那张中型庇护所制造图纸，直接点击了学习，然后下令道：“让大壮带3个人，天黑前建造2座中型庇护所起来。”此时我手中还有2张图纸，分别是酒馆和初级瞭望塔。酒馆建成后，当声望值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吸引一些特殊的英雄来到领地，不过需要配备1名酒保以及1名调酒师。而初级哨塔建造图纸可在领地中建造1座哨塔，巡视领地周边的安全。具有远程攻击的领民可在哨塔上进行攻击。我现在还没有远程兵力，所以也不急着建造。然后我又吩咐武装带人把领地里的小型庇护所都升级成中型庇护所。今天完不成没关系，明天可以继续。7壮8壮，明天开始继续建造元素箭塔，争取一天建造2座出来。安排完后，我又查看了一眼领地篝火的属性，大篝火等级7级，可为方圆300米的区域增加10到20摄氏度的温度。我则是4辆篝火升到5级后，每次升级增加的供暖范围是100米，升到11级后就会变成熔炉，供暖范围还可以迎来1次质变。想到这里，我把曹姨那群人类也喊了过来，然后给他们都下达了任务，分别是升级营地篝火和建造2台初级瞭望塔，还有酒馆也投入了建造之中。之后我将此次收获的各种食物调味品都给了大花，然后说道：“去吧，用这些调味料给大家今晚做顿好吃的。”大花看着眼前各种珍贵食材，眼都亮了，恭敬的点头后，立即将这些瓶瓶罐罐如捧至宝般捧进了食堂之中。一时间，所有人都开始忙活了起来。然后场上只剩下夏燕妮和童楚楚以及一旁的伊勒娜了。夏燕妮有些局促的问道：“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我看了看他们身上那单薄的衣物，于是从背包里取出一张收获的完整的熊皮，并问道：“
这张熊皮够你做2套衣服吗？夏耶妮轻轻点头，我一笑，将熊皮递了过去。那你就用这张熊皮给自己和楚楚做套衣服吧，今晚会降温，别冻坏了。听此，夏燕妮直接愣在了原地。她本以为我是想让她缝制别的东西，比如被子、风衣什么的，然而回答却是让她给自己和女儿做套衣服。夏燕妮眼角不禁泛起泪花。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后，她就一直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寒冷饥饿一直在侵蚀着她的精神防线，甚至于连亲人的死亡都来不及感到悲伤。本以为自己和女儿将会冻死在这个雪地中，却没想到遇到了我，不仅为她提供了温暖的居所和美味的食物，现在还给她防寒的衣物。她心中感动万分的同时，调整好心态，向我郑重的道谢。我让2人先回屋里保暖吧。时间一晃来到夜晚，大花等人做好晚餐，领民们便聚集在食堂里开始享用今天的食物，而这也是他们这辈子吃过为数不多的几顿大餐，什么面包、奶酪、牛奶，甚至还有肉类。所有人狼吞虎咽的同时，对我的忠诚度也纷纷大幅提升。我吃饱后，则是点开了世界频道，看看其他幸存者们发展如何。就见得不少人已经适应了新世界，他们纷纷在聊天频道寻求交易和讨论生存攻略。不过讨论最多的还是等级太难升了，真不知道排行榜上的人是怎么升级的。说着又提到曹星大佬是真猛啊，一天就升到了7级。这次的第1名感觉非曹星莫属了。众多玩家纷纷附和，不过也有一个叫傅月的嘲讽，等级越来越难升，怪物也变得更强。谁知道那曹星是不是会半路出点意外，那可就功亏一篑了。见到有3阴会的人阴阳怪气，另一个玩家姬新月立即怒喷：3阴会的人竞争争不过，就跑到聊天频道过来诅咒别人，也不嫌丢人。3阴会的人叫得挺欢，结果除了方龙外，连一个进前10的都没有，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曹星大佬喊你们3鸟会一点都没喊错，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你们这些家伙是想找死吗？还有2天新手保护期就要结束了，你们确定要跟我们作对？听此，其他人都笑了，都穿越了。原先的秩序已经崩塌，在这个世界全凭谁的拳头大说了算，而他们也能够通过发展领地拥有强大的力量。3阴会几百个人还想对付174区所有人不成？说完直接喷的傅月消息都发不出来。此刻方龙也注意到了聊天频道的情况，意识到3阴会的威慑力已经大不如前，他目光逐渐变得冰寒。他也知道这一切的苗头都是因为曹星而起，只有把曹星解决掉，才能重新恢复3阴会的威慑力。而一个叫季军的玩家给方龙发来消息，表示他把方龙给的那个坐标附近能联系的兄弟都联系到了，统计下来足有30人左右，对付一个曹星绝对不成问题。方龙点了点头，补充道：这个曹星能升到7级，肯定有些本事。保险起见，明天你继续召集其他兄弟，等人数差不多有个50人再行动。还有，现在是新手保护期间，你们进不去其他人的领地，要先观察一下，等那个曹星走出领地了，再全体出击，争取一波将他彻底干掉，明白吗？安排完，方龙嘴角出现一抹狞笑，曹星就让你最后再嚣张一天，过了明天我就会让你知道得罪我们3阴会的后果。此时的我并不知道方龙已经在行动，并且准备前往那个坐标位置对付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得当场笑死，因为不管他们去多少人，到了那个地方都是一个死字。另一边，我浏览着区域频道，就收到一条私聊信息，是一个叫做丁良的幸存者发来的。曹星大佬你好，你手上有一本机械师的技能书，需要换其他职业的技能书是吗？我一愣，想了起来，自己在出发前还在市场挂售了一本机械师的技能书。是的，我需要骑士或者寒霜法师的技能书，你那里有吗？有的，我这里有一本寒霜法师的技能书，你看一下。技能书召唤冰霜精灵，召唤出2只继承幸存者80%属性的冰霜精灵协助战斗。冰霜精灵具有技能冰霜外壳与寒冰剑，见到居然是一个召唤类法术技能，我心下一动，这技能配合我的魔珠手杖，相当于可以一次性召唤出7只生物出来协助战斗，只能说非常强悍。于是我点头，将那本马克机器人技能书与对方交换，而见到如此顺利，丁良原本还有些紧张的心瞬间放松。他没想到我这个风云人物居然很好说话的样子，而我则是想起我那还有些剩余的蓝色熊肉，现在正好可以交换。于是，在聊天频道询问谁那里有图纸技能书或者装备什么的，都可以找我交易，数量不多，先到先得了。一瞬间，不少人心动，瞬间我便收到了大量私信。我简单看了一眼，就发现不少有意思的图纸和技能书。最让我关注的是一张寒冰弓箭手兵营的图纸，可在领地中建造一座训练营地，将普通无职业领营训练成具有战斗能力的寒冰弓箭手，这倒是对我很有用处。有了之后，就可以将类似于曹1、曹2这样领民训练成弓箭手，然后让他们站在哨塔上进行防守，还可以派出去进行战斗。不过建造一座训练营需要一本寒冰弓箭手训练手册，
这东西需要在野外击杀怪物才有几率爆出来，我现在还没有。不过我还是打算先把这些图纸全部换过来再说。于是收获了4、5张图纸后，我还给柳木雪买了一本技能书盾反，算是骑士前期必学神技之一了。时间来到第2天，领民们已经在领主小屋门口等待。等我和柳木雪走出后，他们立即恭敬地问好：“强大的领主大人，愿你健康；美丽的领主夫人，愿你容颜永驻。”柳木雪听到那些领民们改口称呼她为领主夫人，顿时脸色羞红，却也没有反驳。我则是对着大壮吩咐，让他把我收获的铁轨和矿车铺设起来，与发现的那座煤矿连接起来，加快开采进度。大壮点头，表示有了铁轨后，只需要2天就能把那座煤矿全部采完。然后是曹一，我让他负责冶炼我收获的矿石。当然，要想提炼密银这种高级材料，需要将矿石加工厂升到3级，所以现在也只能加工铁或者铜矿石。而这时伊勒娜走过来说道：“昨天那几只冰霜哥布林过来袭击领地，被箭塔射杀后，我顺着他们的脚印寻找了一番，在距离领地2公里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矿洞，那里面好像盘踞着许多只冰霜哥布林。至于实力，里面都是些1、2阶的生物，比我要强一点。伊勒娜这段时间躺在家里升了2级，现在的等级也已经升到了7级，所以那群哥布林也就8、9级左右，对我没危险。然后我想了想，从背包里拿出一颗通红的水晶，直接丢给了伊勒娜。伊勒娜双手接过，疑惑地看着我，答应你的初级力量之心，等你升到10级后，就可以用它进阶成2阶生物了。伊勒娜听罢，顿时肩膀一颤。我确实说过这话，只是她没想到我居然真的放在了心上。一时间，她眼中似乎出现了一丝不属于冷血动物的火热目光。多谢您敬爱的领主大人，蛇人族伊勒娜愿为您付出一切。然后系统提示，伊勒娜忠诚度已提升，当前忠诚度从85提升到95。我看着伊勒娜眼中带着的妩媚笑意，则是想到忠诚度越高，便代表手下的领民越信任领主。达到满值后，他们就会将领主的命令看得比他们生命还要重要。而像一些特殊的生物，甚至会将这种忠诚转变成某种特殊的情感。所以伊勒娜不会看上我了吧？我顿时一个机灵，只是让伊勒娜带路吧，先清除那处哥布林山洞再说。来到山洞中，清除哥布林的过程简直砍瓜切菜般简单，不过收获不错。除了几块冰晶石外，还有一张阿斯卡隆弓箭手招募卷轴，以及一枚暗淡的精英魂魄等材料。同时系统提示发现一座无主的中型铜矿，是否占有？我选择确定后，还获得了一个青铜宝箱。打开后，里面除了普通资源外，还有一本寒冰弓箭手训练手册。没想到我正想要一本训练手册，没多久这就来了，我大喜，然后招呼其他人重返领地。只是回到领地没多久，就见得领地前方雪地中出现了一片人影。我顿时目光一凝，在这个雪地中，普通人行走都很困难，忽然出现这么一大批人，着实不正常。我立即下令警戒，霎时间，领地中所有招募生物纷纷拔出了武器，严阵以待。莎拉同时进入了前行状态，在外面工作的领民也第一时间跑回了领地之中，而那群人影似乎也在向着我营地方向走来。等靠近之后，我才发现那似乎是一个商队，一群人护卫着5辆马车，声势浩大。那些马车上面还都印有一个黑色的雄狮图案。领主大人，那好像是黑狮商会的车队。黑狮商会是西大陆上最强的3大商会之一，据说这个商会什么生意都做，经商范围遍布大陆各地。我稍微松了口气，如果是商人的话，那就不用这么紧张了。不过我注意到车队的护卫中，居然还有几个身形高大，并且长着猫猫头一样的类人形生物。阿萨姆继续解释，那是夏尔一族，是一个天生为了战斗而生的种族，也时常会接一些雇佣任务。而我则是从2人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威胁感。查看面板，果然2人都是25级3阶精英级生物，数位3阶精英生物，外加一群至少2阶以上的护卫。难怪这个商队敢在危险的狂风雪原经商，越危险的环境便代表越高的利润。只要能穿过恶劣的环境，到达一些城镇，就能将手中的物资以高出成本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价格卖出。这时马车上走下来一个身形短小的商人，他来到我领地面前惊呼道：突然出现的领地，只要有燃料就永远不会熄灭的篝火，难道您就是被世界意志选中，从另外一个世界召唤过来的天选领主？他激动地看着我，下意识地想要走过来握手，但来到领地边缘的时候，却被一层无形的空气墙阻拦在了外面。这个商人眼中出现震撼的神色，有一股力量在阻挡我踏入，这里真的是天选领地？天啊！然后看向我，行了个标准的礼仪。这位天选领主，黑狮商会希尔顿向您问候。我点头。领主曹欣向你问好，希尔顿阁下。然后我查看了一下希尔顿的属性，发现其只有6级，不过却有一大堆诸如谈判技巧、砍价、危险感知，又或者金钱本能等生活技能。难怪这家伙能带领这么一个商队在雪原中行走。我询问希尔顿阁下，您来我的领地是有什么事吗？曹欣领主冒昧打扰，我们黑狮商会在大陆各地行走，也会与一些领主贵族进行交易。看到您的领地后，所以就想过来看看，您需不需要与我们黑狮商会进行一场物资交易？
你有什么珍贵的或者一些难以判定价格的物品，都可以向我们出售，我会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进行收购。同样的，你也可以看看我们商队的货物有没有让你心动的物品。紧接着系统提示，黑狮商会希尔顿向你公开他的货物列表，是否接受？我点击确定后，面前出现一大堆琳琅满目的物品，有蓝色的密钥、紫色的材料，又或者紫色的装备，甚至还有一面金色的盾牌——圣骑士之盾。见此，我呼吸都有些急促。在这个世界，不管是材料和装备都分品级，白色普通，绿色精良，蓝色卓越，紫色稀有，金色则是珍品。而金色的道具往往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功能和珍贵性。在当前阶段，大部分幸存者都还在拿着白板武器战斗，可现在居然有一件金色装备摆在我的面前，可以想象其价值有多么珍贵。不过这件金色装备的标价也非常离谱，直接来到了90万克朗。商人希尔顿笑道：“曹星领主，你看得如何？有让你心动的东西吗？”我叹了口气：“有是有，但是我买不起。现在我全部身家也才1万多克朗，这还是干翻了2个游猎者营地获取的。”希尔顿一笑也不在意：“无妨。曹星领主可以看看自己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拿不定价格也可以让我看看。如果合适的话，我们会进行收购。”我想了想，将消灭鼹鼠人获得的粘稠的液体取了出来。希尔顿看了看，说道：“这是一种润滑材料，经过加工后可以制作成上好的机油。收购的话，一团液体50克朗币如何？”我点头，将全部的364份粘液卖出，收获钱币17300枚。此时我的钱币数量来到3万多，算是一笔巨款。而就在这时，我想到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进行出售，即在游猎者营地找到的那颗黑钻。系统曾评价说那颗黑钻价值很高，但是具体什么价我也拿不准。于是我试探着拿出，一瞬间，一颗黑钻在我手中折射出漂亮的五彩极光。结果没等我开口，希尔顿瞳孔瞪大，惊呼道：“是黑钻！10条晶石矿中都不一定能出现一颗的黑钻。”这一刻，就连希尔顿旁边的那些护卫队都面色震惊，甚至一些护卫队眼中还出现了贪婪的目光。阿萨姆察觉到他们的目光，瞬间拔出长剑，护卫在我身边。安德鲁也进入了战斗状态，我这边的反应也让那群护卫全部拔出了武器，双方瞬间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希尔顿也意识到了什么：“你们都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把武器对准这位尊贵的曹星领主？给我把武器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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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向这位领主大人道歉！马上！要是谁给我搅黄了这桩生意，我一定向世双佣兵团上报，让你们全部卷铺盖走人！”听此，那群佣兵们顿时脸色一变，当即收起武器，然后单膝跪在雪地上请求我的原谅。我摆了摆手，也不在意，同时让手下将武器收了回去。看到这一幕，希尔顿松了口气，他还真怕我因为这几个护卫的举动而不跟他做生意了。他可是比任何人都清楚，这颗黑钻蕴含着惊人的价值。然后希尔顿试探着问道：“这位尊敬的天选领主，不知你手中的这颗黑钻，是否愿意出售给我们黑狮商会？”我看着手中的黑钻，眼中闪过思索之色。从他们的反应就能看出来，这颗黑钻的价格一定很高，甚至于绝对超过了一件紫色装备。至于能不能媲美金色装备，这个不太好说。于是问道：“希尔顿阁下，你准备出什么价？”希尔顿顿时陷入沉思。按照商人的本能，他这时候肯定会动用他那精妙的话术，将黑钻的价值往低了说，然后再大肆杀价，用一个极低的价格收购，以获取最大的利润。但我天选领主的身份，以及与他第一次交易就拿出了黑钻这种珍贵的东西，这让希尔顿觉得我是一个潜力十足的领主。如果能留下好的印象，说不定还有再次合作的机会。因此希尔顿说道：“一般的黑钻市场价都在20万到40万克朗之间，成色优等的黑钻则能卖到50万克朗的价格。”听此，我嘴角已经出现了喜意，50万克朗已经超过了一件紫色装备的价格了。然而希尔顿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更加惊喜，而像您手中的这颗黑钻更是极品，95万克朗币，您觉得如何？我眼中金光一闪，这个价格还超过了那件金色盾牌的价格。然后我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我要那一面金色盾牌，外加10万克朗币，刚好100万。”听到我又加价了5万，希尔顿思索片刻，然后点头道成交。话落，希尔顿朝着后方的佣兵们示意，2个佣兵一人抱着一个黑色的大箱子走了过来，然后当着我的面将箱子打开。一个箱子里面放着的正是那面盾牌，另一个箱子则是满满当当的克朗币。希尔顿赞叹道：“曹星领主，您真有眼光。这面盾牌是我在一个古老的部落中搜集到的，其制作工艺甚至让矮人锻造大师泰达克都为之惊叹，甚至表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面这样的盾牌。”我点了点头，却也没在意。这些商人总喜欢把自己的商品吹得天花乱坠，增加附加价值，因此直接进行了交换。在完成交易的时候，
双方脸上都出现了喜色。这时，希尔顿再次带着渴望的目光看向我，道：“尊敬的天选领主，不知你那里还有什么特殊的物品？”“暂时没有了。”“没关系，曹星领主，我以后还会经常来狂风雪原，到时候尽可与我交易。”我一笑点头道：“好说好说。”说完，主动踏出了领地，与希尔顿握了握手，表示诚意。希尔顿道了句合作愉快，同时又看了眼我身后的领地，然后目光就定格在已经修建一半的酒馆上。希尔顿眼睛一亮，似乎下了某种决定。“曹星领主，我看您的领地已经初步具备了雏形，甚至连酒馆都快建造出来了。不知您是否愿意与我们黑狮商会建立贸易来往？后面我们黑狮商会在狂风雪原中走商时，也会来到您的领地，将这里作为一个贸易点。当然，我们也会支付一定的费用。同时，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您也将在黑狮商会享受到9.5折优惠。系统提示：你的领地繁荣度已达要求。黑狮商会希尔顿申请与您的领地建立贸易来往关系，是否接受？这个条件对我并没有坏处，因此我点头。希尔顿阁下，我很乐意与黑狮商会建立合作关系。希尔顿听罢，顿时喜笑颜开。同时，系统提醒：与黑狮商会好感度已增加，当前好感度友好。我则是补充道：我的领地尚在建设中，要想完善设施，还需要一段时间。希尔顿摆手表示无妨，不急于一时。这时，希尔顿则是又像是想到了什么：“曹星领主，领地的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手，不知你需不需要招揽一批新的领民？”